穿越回11年 NBA 选秀大会，你却因24岁高龄成功落选，最后被小牛用10天赞助合同捡走。队友们都嘲笑你关系户只配提血，就连同胞易建联都劝你别惹事。上赛季卡莱尔带领小牛首次染指总冠军，可谁能想到队内核心走的走，伤的伤，现在的小牛根本就不像是卫冕冠军，反而沉闷的像是一潭死水。此时已经连输5场的小牛42比66落后马刺，距离比赛结束只剩最后一节，马刺拿下比赛已是板上钉钉，与主场喧嚣欢闹的气氛截然不同。小牛队的替补席充满压抑和绝望，易建联低着头，眼眶微红，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难受的时刻。4年辗转3支球队，这赛季结束，只能永久回龙国联赛了。陆哥 ，NBA 联盟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姚哥和志哥他们是真的了不起。阿联抬起头对你说道，而坐在一旁的你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剩下苦笑。同样的年龄，却还没能正式进入联盟，等到小牛赞助到手，你就可以卷铺盖走人了。阿联准备上场，卡莱尔朝着替补席最末端的你们招了招手，表情有些严肃。你知道教练是在用垃圾时间履行你的合同，让阿联陪你首秀，更恰当的说是陪你谢幕，也算是对龙国赞助的交代。与此同时，龙国转播室里，杨毅的声音瞬间高昂起来。我们看到易建联和路虎出场了。紧接着，张指导却一脸担心的接过话来，这可能是路虎留在联盟最重要的一节比赛，没有亮眼表现，立马就会被裁掉。没错，这就是你的处境。姚明刚刚退役，龙国篮球的希望似乎全压在你和阿联身上，可偏偏阿联前7场比赛只拿到1分1篮板，惨遭全网群嘲。而你一个首秀无名小卒，这哪是救赎之战，这简直是绝境。就在你踉跄的踏上球场一瞬间，耳边传来一个刺耳的机械声音：滴，恭喜宿主，深蓝系统激活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你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，除了身体还算过得去，技术简直一团糟，也难怪会落选了。深蓝，快给我全部加满！对不起，属性点不够，系统赠送100点，更多属性点宿主可以通过比赛获得。现在请自行选择属性加点。深蓝的回答让你稍微有些尴尬，你飞速观察后毅然决定将篮板和卡位加满，初始属性还剩20点。尽管谁都喜欢每场比赛爆砍个50分来解决战斗，哪怕你将投篮能力加满，也不会有多少出手机会。而篮板球则是一个内线需要完成的基本工作，定个小目标，先在小牛队站稳脚跟再说。正当你在思索剩下的20个属性点加在什么地方的时候，突然看见已经满级篮板后面有一个小加号，你试着在小加号上点了一下，我去，翻倍了，10属性点，好贵！滴，恭喜宿主，篮板属性突破极限，获得专属天赋，预判篮板球落点青铜，有50%的概率预判篮板球落点。卧槽，非常逆天的天赋，这还只是青铜品质，要是升到最高品阶，应该就可以100%的预判篮板球的落点了。起飞了，起飞了！刚才还不知所措的你，瞬间斗志满满。这时第4节比赛开始，双方都换上替补。马刺队那边，一个叫伦纳德的菜鸟也上了场，而小牛队这边，你和易建联、维斯特等人并肩而立。此时，杨毅开始介绍你的资料：路虎，24岁，身高2.06米，司职中锋，一个不是龙国体制内培养，而是在米国读到研究生的学霸球员。他顿了一下，补充道：一个很灵活，但和姚明完全不一样的中锋。然而话音未落，马刺队已经发动进攻 ，TJ 福特运球过半场，直接把球交给菜鸟伦纳德，他显然是场上核心。只见伦纳德一个箭步就抹过防守，面对协防过来的易建联，他竟然空中一记拉杆，嘟，哨响，刷，球进，2+1。场边的诸葛维奇当场鼓掌，而观众席的小牛老板库班却失望的摇头，仿佛已经认定你和阿联只是开拓市场的工具。此时，易建联的表情无比沮丧，一个新秀就在他头上打成这样，他开始怀疑人生。就在这时，你看到阿联神情不对，立刻冲他大喊：阿联，一会打一个 answer ball， 你尽管投，有我抢板！这一吼直接把阿联吼醒，他眼神瞬间坚定。紧接着，伦纳德加罚不中，你猛然一跃而起，稳稳收下职业生涯第1个篮板。陆哥，我们拼一把！被你点燃的阿联捏紧拳头，你淡淡一笑，将球交给后卫，没问题。小牛队进攻，分差已经26分，你很清楚自己进攻能力为0，根本没人会传球给你，于是你直接沉到篮下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抢板。果然，维斯特强行干拔，哐，一声清脆的打铁。就在篮球弹出的瞬间，你的篮板预判能力悍然发动，你瞬间看到篮球的落点，你快速调整卡位，轻松一跃，在马刺中锋斯普里特绝望的眼神中，将篮板摘入怀中。下一秒，你原地拔起，就是一记雷霆暴扣，2分1篮板到手。你忍不住看了阿联一眼，阿联，加油，别放弃。然而，你这记扣篮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垃圾时间刷个数据而已，谁会在乎？比赛继续，球又到了伦纳德手里，这一次防守他的怀特眼神彻底变了，怎么可能让一个菜鸟一直这么跳？然而伦纳德的基本功却异常扎实，他见突破困难，竟然直接一个背转身，一柱防守后突然晃肩回拉，瞬间就将防守抹得一干二净，漂亮！诸葛维奇在场边看得双眼放光，可就在伦纳德直奔篮下而来时，你却笑了，在你的地盘还想撒野，你直接朝他冲了过去。下一秒，你和伦纳德在空中轰然相撞，该死！伦纳德瞬间感觉不对劲，你的力量根本不是一个级别，他手上的动作当场变形，球投的偏到离谱，而你再次捕捉到篮板球的落点，运气不错，50%的预判概率竟然连对2次。你落地后迅速跑向落点，像一阵风，轻松将这个长篮板收入囊中。这下拿到球的你根本不传，直接自己运球一条龙杀了过去，全场都懵了，竟然没人上来拦你。可是你的控球实在太菜，速度根本提不起来，结果伦纳德竟然从后面追了上来，但你的马是带着脑子的，就在他贴上来的瞬间，你直接一记妙传给到跟进的阿联，你冲他一声怒吼：阿联，给我扣！
阿联接球后不再犹豫，直接3大步起飞，而拼命回防的伦纳德却因此造就了本场比赛的名场面。阿联隔着他狠狠完成一记奇扣，伦纳德当场被撞翻在地后，落地后的阿联兴奋大吼，你也跟着一声怒吼，和他激情撞胸，一次助攻到手，主场球迷瞬间被点燃，全场起立欢呼。你跑回半场看了一眼比分，还落后22分，在别人眼里这只是你2个不错的攻防回合，但在你的心里，一场惊天大戏才刚刚开始。此时被队友拉起来的伦纳德脸色铁青，而场边的诸葛维奇则一脸诧异，这2个龙国球员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？紧接着马刺队进攻，球竟然又交到了伦纳德手里，眼看布兰登怀特又要背一步过，伦纳德这一次却学聪明，他竟然选择了一个急停跳投。诸葛维奇在场边满意点头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黑影猛然笼罩伦纳德，啪一声脆响，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，伦纳德手里的球根本没投出去，你在他急停的瞬间就已冲了上来，想投篮没那么容易，你用一记凶狠的犯规直接把他拉下，嘟，裁判哨响，只是一个普通犯规，可伦纳德的手臂已经被你打得通红，嘿，这是犯罪！诸葛维奇当场暴怒，对着裁判疯狂施压，但裁判根本不理，垃圾时间而已，闹什么？然而走上罚球线的伦纳德看向你的眼神已经有些发怵，他终究只是个新秀，你更是嘿嘿一笑，直接回瞪过去，结果伦纳德心里猛地一抖，哐哐，他竟然2罚全部中，下一秒你直接跳起，再次收下篮板，这球本是飞向阿联的，却被你一把抢走，你在心里默念阿联不好意思了，紧接着你没有再浪，把球交给了后卫组织，可刚到3分线，你又主动上前给队友做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挡拆 ，TJ 福特当场被你撞停，挡拆之后你瞬间转身顺下传球，你一声大吼，队友下意识就把球传了过来，你接球后根本不运，直接一个大跳步杀入篮下，防守人被你死死卡在身后，砰，你直接抱起一记双手重扣，气势拉满，扣完篮你对着全场竖起2根手指晃了晃，球迷瞬间炸锅，这是在说只落后20分了吗？我去，他难道想翻盘？话音未落，转播室里的杨毅已经激动到破音，3分钟4分4篮板1助攻，我有种感觉，姚明之后我们又要出扛旗的人了。与此同时，龙国球迷彻底炸锅，弹幕疯狂刷屏，阿联这下要哭晕在厕所了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，这样一个牛杯的球员，为什么之前听都没听过？而球场边的卡莱尔心脏更是砰砰直跳，他知道自己这是捡到宝了，光是你这份侵略性和激情，就是现在这支小牛队最需要的。他甚至已经在认真考虑要不要直接把你提上首发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下意识看向对面的诸葛维奇，没想到那个老狐狸也正好看过来，嘴角竟然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，还领先着20分呢，你这个龙国菜鸟还不配让邓肯亲自上场。然而2个主教练都想错，卡莱尔以为你只是一个惊喜，诸葛维奇以为你只是昙花一现。可比赛再次开始，场上局势彻底失控，马刺队的替补们完全被你的气势震慑住，就连伦纳德看到你蓄势待发的样子都犹豫着不敢出手，其他人仓促进攻，结果就是疯狂打铁，而你则化身篮板收割机，来一个收一个。时间飞逝，当比赛还剩3分钟时，全场球迷惊恐地发现比分牌上的数字赫然变成63比73，分差只剩10分。这下诸葛维奇再也坐不住，他猛然起身，不得不叫了暂停，因为就在这短短6分钟里，你一个人狂揽11个篮板，这简直离谱。而当你带着一群替补走下场时，整个主队替补席瞬间沸腾，诺维斯基、基德、卡特，所有主力全部起立为你欢呼。虽然全队为你起立鼓掌，可就在这时，你却感到一道阴冷的目光，让你提携的主力中锋海伍德，他急了，眼神充满不善，但你根本没理会他，你直接拍了拍阿联的肩膀，指着欢呼的主力们，阿联，看到没？打球就该这么打。这一下阿联人都有点懵，他明明打了4年，你才是第1场比赛，可为什么你却像个老将，轻易就让全队围着你转？更离谱的是，在你的带动下，阿联刚刚也7投4中，怒砍8分，因为你抢下了所有篮板，他可以毫无顾忌的出手。然而就在你点拨阿联时，另一边主教练卡莱尔却陷入了天人交战，最后3分钟到底上谁？马刺那边诸葛维奇肯定会派上 GDP 主力，可自己的主力状态奇差，再上场怕是又要被打花，留着你一个人在场上，其他人换主力。卡莱尔需要立刻做出决定，暂停结束，答案揭晓，双方果然都换上主力。马刺那边邓肯、吉诺比利、帕克悉数登场，而小牛队这边诺维斯基、马里昂、卡特、基德也全部上场，唯独首发中锋海伍德被你死死按在板凳上，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海伍德当场破防，一句法克脱口而出。卡莱尔听到骂声，猛然回头，冰冷的眼神死死盯住他。卡莱尔一个眼神，海伍德当场老实，而你重新踏上球场，身边站着诺维斯基、卡特、基德，全是未来的名人堂成员。真正的决战马上开始。此刻小牛队进攻，基德稳稳控球，找到诺维斯基，招牌动作金鸡独立，可球刚出手，你却直接开口，歪了，进不了。防守你的布莱尔当场猛背，刚出手你就知道你是懂王啊。下一秒，哐当一声，卧槽，真没进。而你早已先发制人，拔地而起，砰，空中摘板，直接一记补扣，分差只剩8分。马刺队进攻，妖刀吉诺比利接球就扔，毫无征兆直接一记3分，哐当一声又铁。这一次布莱尔卯足了劲要卡住你，可你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竟然直接后撤一步。就在布莱尔以为你怂了，瞬间篮板球竟然笔直飞向你的怀里，仿佛自带吸星大法。布莱尔人
都麻了，这他妈还怎么玩？你立刻传球给基德，基德心领神会，一记长传撕裂全场。马里昂接球快下，无人防守，眼看就是一记暴扣，可下一秒，哐当一声，他竟然扣飞了，全场球迷瞬间绝望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道黑影从天而降，正是你！你竟然在半空中接住扣飞的球，直接一记大风车，狠狠砸进篮筐。落地后，你一声怒吼，比出666手势，分差只剩6分，全场高呼防守。比赛只剩最后2分钟，眼看领先26分要被翻盘，马刺主帅朱葛维奇的脸瞬间黑了下来。这已经不是输赢问题，这是面子问题。于是他冲着场上大喊一声：“蒂姆！”关键时刻，他最信任的依旧是邓肯。邓肯面无表情的点点头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。紧接着，马刺队进攻，帕克稳稳运球，邓肯则在内线轻松卡住诺维斯基。下一秒，球到人到，邓肯接球就是一个小晃肩，紧跟着翻身跳投，刷打板命中，分差瞬间又回到8分。石佛邓肯得分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在一旁看得眉头紧锁，这邓肯也太稳了，不行，必须得干点什么，不然这8分根本追不上。就在这时，你猛然回头，朝着4个老大哥挨个喊了一遍：“德克、文斯、肖恩、杰森。”紧接着，你吼出了让全场震惊的话：“一会疯狂投3分吧，抢不到篮板都算我的。”话音刚落，你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，直接冲向前场。诺维斯基、卡特、马里昂和基德4人面面相觑，一个新秀菜鸟怎么搞出了球队老大的架势？这也太虎了！但他们转念一想，你说的确实没问题，靠2分2分的凿根本赢不了。于是基德第一个笑了：“要不我们试试？”诺维斯基也笑了起来，这个龙国菜鸟有点意思。就这样，小牛队进攻，基德刚过半场就感到帕克的防守压力陡然增大，可基德经验老道，轻松破解。与此同时，诺维斯基在内线虚晃一枪，猛地朝3分线外跑去。邓肯正要追防，谁知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嘿嘿的笑声，下一秒，他感觉自己撞上了一堵墙，竟然早有准备，突然出现在邓肯的追防路线上，一个高质量的掩护死死挡住他。刷，等邓肯摆脱你时，诺维斯基已经空位3分命中，分差只剩下5分。场边的教练卡莱尔都看笑了，他根本没布置这个战术，这全是你自发的行为，这说明你不仅有身体，更有脑子。然而马刺队再次进攻，帕克这下彻底慌了，谁能想到领先26分也能被追上？他看着镇守内线的你，心里直发毛，这个龙国菜鸟太邪门了。于是他还是把球交给了邓肯，邓肯再次在内线接到球，诺维斯基拼尽全力顶住，可他根本防不住。只见邓肯做出了和刚才一模一样的动作，小晃肩，转身就要出手，可就在这时，你如猛虎下山般扑了上去，啪一声脆响，响彻全场。我丢！一向面无表情的邓肯竟然忍不住惨叫一声。裁判哨响，你心里一惊，我操，这么狠的吗？看着邓肯发麻的手臂，你只是耸耸肩，淡定举手示意犯规，就是要用这种强硬的犯规打乱他的节奏。然而场边的朱葛维奇却瞬间爆炸，嘿嘿嘿，这你不给违体犯规？没看到蒂姆手上的红印吗？这是在犯罪。可裁判根本不理他，开玩笑，这球冲得再猛也是冲球去的，这要是都吹违体，那还打什么篮球？接下来邓肯站上罚球线，可谁都没想到，哐哐，一向稳如磐石的邓肯竟然2罚全失。他揉着发疼的手臂，眼神里满是震惊，而你则直接收下篮板。比赛只剩最后1分钟，还落后5分，小牛队直接开启了3分模式。基德运球过半场，突然一记3分飙射，哐没进。帕克刚松一口气，谁知你早已在内线怒吼：“篮板，我的！”你精神一振，再次硬生生在布莱尔头上摘下篮板。紧接着，你直接将球传给外线的卡特，卡特顶着防守，拔起就是一记3分，哐又没进。全场球迷的心脏都快受不了了，机会全浪费了。然而下一秒，我的！你再次大吼一声，高高跃起，这次连邓肯都回来协防，可那又怎样？你竟然在邓肯和布莱尔2个人的头顶再次抢下前场篮板。朱葛维奇在场边气得暴跳如雷，可更让他绝望的还在后面。你凭借逆天的身体天赋，不等落地，直接在空中将球甩给外线的诺维斯基，诺维斯基接球就投，大空位，绝佳的机会，刷3分命中。球进的瞬间，裁判哨声也响了起来，防守的杰弗森直接带倒了诺维斯基，3+1，竟然是个3+1，分差瞬间只剩2分，还有一次加罚。比赛只剩下31秒，朱葛维奇再也坐不住，直接叫了暂停。他面如寒霜，冲着自己的球员怒吼：“谁他妈能告诉我，你们都在干什么？”朱葛维奇感觉马刺队被诅咒了，前有麦迪35秒13分，难道今天又要被小牛队完成26分大逆转？暂停时他只是强调专注力，还把布莱尔拎出来一顿痛骂。可谁知比赛继续，朱葛维奇竟然还是派上了布莱尔，没办法，替补席上那俩更不中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你却当着诺维斯基、马里昂、卡特和基德4大佬的面，直接开始布置战术。一会马刺肯定还打蒂姆，我去夹击篮下那哥们，我直接放掉，给他也投不进。你们防好其他人，进攻就投3分，篮板有我。你一番话说完，4大佬全都懵了。诺维斯基和基德对视一眼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擦，合着你一个新秀菜鸟，真把自己当老大了。球队老大诺维斯基还没说话呢，场上大脑基德还没布置呢，你小子凭什么发号施令？可他们再仔细一想，竟然发现你说的全对，这就很尴尬了。紧接着马刺队进攻，帕克运球消耗时间，果然如你所料，进攻时间还剩10秒，球稳稳地交到邓肯手上。可就在邓肯接球的一瞬间，你再次像一头野兽般扑了上去，死死贴住，不给他一丝一毫的空间。巅峰期的邓肯或许能强行
心暴扣，但现在他老了，更何况刚刚那记凶狠的犯规还让他心有余悸。面对包夹，邓肯只能无奈将球传回给帕克。即便布莱尔是控卫，邓肯也下意识地选择了无视，不仅因为他被你封住了传球路线，更因为他对这个菜鸟队友毫无信任。此时布莱尔的心彻底凉了，原来菜是原罪啊！帕克接到回传球，进攻时间所剩无几，吉诺比利在旁边大喊：“没时间了，快投！”帕克仓促出手，哐，直接打铁。基德的防守滴水不漏。而就在这时，你嘴角微微上扬，篮板是我的！预判篮板落点的 buff 再次触发。你看着拼命卡位的布莱尔，甚至有些想笑。你根本不和他纠缠，直接向右侧一撤。布莱尔一拳打在棉花上，彻底懵了。下一秒，他眼睁睁看着篮球乖乖地飞向了你的手中。噗！布莱尔心态彻底崩了，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而你稳稳拿下这记关键篮板。比赛时间只剩下6秒。可就在这时，帕克和吉诺比利像饿狼一样同时朝你冲来，他们想欺负你这个新秀没经验，逼你失误。然而教练卡莱尔直接叫了暂停。小牛队替补席上，卡莱尔拿起战术板，画下最后一攻，只落后1分，一个稳稳的2分就能完成绝杀。紧接着他抬起头，指定了执行者，竟然是诺维斯基。虽然诺维斯基是球队老大，绝杀经验丰富，但你心里却莫名觉得不稳。于是就在球员重新上场时，你直接拍了拍诺维斯基的肩膀，你盯着他的眼睛，德克，一会接球就投，1秒都不要耽搁。你甚至做了一个扩胸的动作，给了他一个你懂的眼神，投不进，篮板有我。诺维斯基当场就懵了，看着你走上球场的背影，他满脸茫然。今晚我是走错片场了吗？但比赛已经继续，基德发出边线球，诺维斯基迅速跑位，甩开防守，稳稳接到传球，绝杀的机会。全场观众瞬间起立，老板库班更是紧张到攥紧拳头。可就在这时，你那魔性的声音竟然在他脑海里疯狂回响，接球就投，1秒都不要耽搁。诺维斯基的身体下意识就做出了反应，他竟然真的接球就投。场边的卡莱尔和库班同时皱眉，我去，这一球太仓促了。下一秒，哐，一声清脆的打铁声响彻全场，诺维斯基的绝杀失败。主场球迷瞬间双手抱头，26分的超级大逆转竟然在最后一步失败，所有人都无法接受。可就在这时，篮下的你猛然拔地而起，砰！你摘下篮板，直接转身补扣，篮球被你狠狠砸进篮筐。而计时器的红灯才刚刚亮起，绝杀！你完成了绝杀。邓肯和布莱尔这2个内线悍将就这样成了你绝杀的背景板。下一秒，你张开双臂，闭上双眼，尽情享受着全场为你掀起的山呼海啸。太骚了！你这波操作直接秀翻全场。紧接着，一个人影猛地从替补席冲出，死死揽住你，是易建联。他此刻前所未有的兴奋，陆哥，我现在信了，你不一样，你和我们所有人都不一样。他激动地在你耳边嘶吼，而你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表情无比认真。阿联，只要敢打，你也可以去成为真正的太空一把。易建联当场愣住，感觉心里一团火轰然燃起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基德正不解地问诺维斯基：“德克，怎么投得那么紧？”诺维斯基却笑着摇摇头，朝着正在庆祝的你努了努嘴。被那个龙国菜鸟带骗，他对我说：“接球就投，不要耽搁。”基德听到后也笑了起来。诺维斯基竟然成了你这记绝杀的助攻手。随后，在赛后采访中，龙国媒体拉住了易建联，开口就问：“作为老球员，你觉得能给路虎提供什么帮助吗？”易建联听完，顿时就笑：“帮助？”他找准镜头，毫不犹豫地开口：“这么说吧，和陆哥比起来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，我还等着陆哥带我飞呢。陆哥带我飞！”易建联的金句瞬间引爆龙国球迷圈，而你不仅在国内彻底出名，更是在米国的采访中金句频出。路虎，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？金发美女记者露西的问题很正常，而你的回答却让她瞬间眼前一亮，还不错，进步空间还很大。这股子自信和之前的龙国球员完全不同。露西立刻嗅到了大新闻的味道，果断开始挖坑。这是否说明你已经具备和海伍德竞争首发的实力？可你只是嘴角微微一笑，直接反问：竞争谈不上，你觉得一个单节13篮板的中锋会和全场5个篮板的中锋谈竞争吗？碾压局，包首发的，放心。一句话直接让露西惊呆，她知道一个噱头十足的新闻有了。然而采访结束，回到公寓的你却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，你现在依旧只是一份10天短合同，身无分文，只能继续在易建联这儿蹭吃蹭住。但你并不在意。回到房间后，你立刻唤出身来，系统小姐姐，数据兑换属性点，叮，兑换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，才5点，你正觉得有点少，系统的提示音却再次响起，叮，首场比赛属性点翻倍，恭喜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，这下攒劲了。你毫不犹豫直接将目光投向满值的卡位属性，10点属性点瞬间清空。下一秒，叮，系统的声音让你呼吸一滞，恭喜宿主卡位属性突破极限，获得专属天赋3路克星青铜，身体对抗时对位球员体能消耗直接增加50%，嚯，这简直是神迹！你很清楚，有了这个天赋，任何强力内线在你面前都将被活活耗死。你满意的笑了笑，安心的坠入梦乡。而与此同时，小牛队办公室里，主教练卡莱尔正和总经理小尼尔森讨论着你的合同问题。路虎的合同问题怎么样了？总经理小尼尔森一脸无奈，本来赛季合同都拟好了，就差你来签字，可老板库班却突然插手，他说不急。这下卡莱尔直接急眼，真当其他球队是瞎子吗？他断定只要你下场继续超神，绝对会成为联盟香饽饽。为此，他直接对小尼尔森下达死命令，我不管，必须搞定路虎的合同，我要他打满整个赛季。转眼间就到了1月7日，小牛将主场迎战黄蜂队。虽然是摆烂队，但他们的内线却实力不弱，卡曼加奥卡福2个场均2双的猛男。你很清楚这场挑战比打马刺更大，但那又怎样？不好意思了二位，你早已把自己当成了首发。然而一走进更衣室，麻烦就找上门。特里
里戴着耳机，又像使唤下人一样说道：“阿莲，去拿水。”眼看易建联又要习惯性的去拿，你却一把将他抓住，给核心诺维斯基拿水不丢人，可他特里一个替补，凭什么？你的话瞬间点醒易建联，他眼神一凝，直接无视特里，跟你走回位置。整个更衣室的气氛瞬间诡异起来。马里昂和奥多姆更是在一旁看起了好戏。特里等了半天没等到水，一脸懵背，他忍不住又喊了一声：“阿莲！”不等易建联开口，你猛然站起，你能不能小点声？再叫，牙给你掰下来！你信吗？你似笑非笑的眼神，竟让特里心里一怂。我信，这个外号喷气机的硬汉竟然怕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旁看戏的海伍德脸上的冷笑突然凝固，没想到特里就这么怂了。特里默默戴上耳机，只能装作无事发生。正准备出来和稀泥的基德和诺维斯基直接看傻，这就完了，敲打你的机会都没找到。就在这时，教练卡莱尔走进更衣室，他扫了一眼诡异的气氛，心里反而对你多了几分欣赏。接着，他直接宣布首发名单：杰森、文斯、肖恩、德克4个名字念完，全场死寂。海伍德心里咯噔一下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下一秒，卡莱尔喊出了最后一个名字：路虎。什么？海伍德猛地站起，情绪失控。教练，为什么？他不敢相信自己的首发位置就这么被撸掉。然而，卡莱尔只是淡淡丢下一句话：全场5篮板，也好意思让单节13篮板的给你提血，还为什么？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。海伍德当场破防，他万万没想到，理由竟然是这个。与此同时，龙国转播室里，解说员科帆正介绍比赛，可当他看到首发名单时，一声我去脱口而出。旁边的杨毅还笑他年轻不够沉稳，结果当他自己看到名单时，也忍不住惊呼：我去，路虎首发了，一个落选秀，一份10天短合同，职业生涯第2场竟然直接首发，这简直匪夷所思。龙国球迷瞬间炸锅，原本冲着易建联来的球迷目光瞬间聚焦在你身上。此刻，航线中心球馆，你已经站上中圈，准备和卡曼跳球。诺维斯基和老板库班对视一眼，都觉得教练在搞事情，但他们也无所谓，反正海伍德本来就没啥存在感。你看着对面的卡曼，眼神中燃起熊熊战火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这不就是打怪升级吗？他可是曾经的联盟优质中锋，技术出色，中投精准。虽然现在状态下滑，但综合实力依然碾压你。然而，你可是3路科星老祖，裁判一声哨响，篮球抛向空中，你瞬间起跳，轻松将球拨走。等你都已经落地，卡曼才姗姗来迟，弹跳速度根本不在一个次元。紧接着，基德稳稳控球过半场，直接传给诺维斯基。德克面对防守，抬手就是一个标志性的金鸡独立，刷，稳稳命中。而你则在篮下和卡曼狠狠一对，3路科星天赋悄然发动。虽然卡曼没在意，但你已经开始布局。下一秒，黄蜂队进攻，控卫杰克根本不传球，直接单挑年迈的基德。果然全怕少壮，他一个加速就强突过去，直杀篮下。眼看他就要完成一记精彩的上篮，但你早就看穿一切，这小子要抛投，靠着前世的记忆，你精准预判。就在他出手瞬间，你拔地而起，啪，一个遮天大帽，直接把球狠狠扇飞。盖帽加1，刷数据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，全场震惊。杰克更是满脸问号，这个东方小子怎么知道我要抛投？你却没给他思考时间，捞起篮球就甩给基德。基德分球给卡特，可惜卡特3分打铁，哐当一声，机会来了，你一声大吼冲向篮下，我的！此时你面对的是卡曼和奥卡福的双人包夹，诺维斯基甚至都放弃了前场篮板。这是一场1v2的对决，两人一左一右死死卡住你，但根本没用，你硬生生从他们头顶强行摘下篮板。紧接着，砰，一记炸裂的补扣，为你的首次首发献上最完美的开场秀，就连一旁的诺维斯基都感觉自己被秀了一脸。然而，卡曼和奥卡福落地后，却双双感觉身体一阵发虚，怎么回事？昨晚没出去浪啊？他们不知道，是你的天赋3路科星生效了，你这记补扣直接点燃全场，小牛队替补席瞬间变成毛巾的海洋，就连老将基德都忍不住赞叹，让这小子首发果然有道理。紧接着，黄蜂队再次进攻，杰克运球过来，刚想突破，却猛然看见了镇守内线的你，他下意识就犹豫了，刚才那个大帽的阴影还在，就这么一犹豫，他只能选择传球给卡曼。来了，你和卡曼的真正对决来了，全龙国的球迷都瞪大眼睛，他们都想看看你的防守到底是什么水平，你却心知肚明，你现在的防守就是个渣渣，难道真的要被他一步过成路虎揽败？但谁规定防守一定要靠技术？你还有黑科技。在卡曼接球前后，你不断用小动作和身体对抗消耗他。一个身高2米13、体重120公斤的巨兽，按理说应该轻松碾压你，可卡曼却越打越累，甚至开始喘气。这才刚开场啊，他顶着你强行做出一套内线脚步，可你根本不吃货，不是你防守意识好，而是你压根就没想常规防守。哐，卡曼最后的小勾手竟然因为发虚而打铁。就在这时，你又触发了篮板预判，嘿嘿，捡板喽！你故意又顶了一下卡曼，轻松来到落点，稳稳收下篮板，篮板加1。你甚至还有冲动直接长传给快下的马里昂，但你还是忍住，老老实实把球交给基德。基德不慌不忙控球过半场，再次分球给马里昂，可惜马里昂近在咫尺的上篮也没进，但这不重要，因为篮下有你。砰，你再次抢下前场篮板，直接一记暴扣虐框。卡曼不仅被你卡得死死的，还感觉体力在飞速流失，简直离谱。接下来的比赛彻底变成你的个人篮板秀，首节结束，比分26-13，而你一个人就砍下8分10篮板1盖帽，单节篮板再次上双，而且4投4中，全部来自2次进攻。演播室里的杨毅和科帆尴尬的直咳嗽，他前脚还在拿姚明首秀0分说事。
势，可你后脚单节就狂砍8分10篮板，这小子首发完全不按套路虎出牌啊！解说杨毅当场被打脸，这下龙国球迷彻底沸腾了。然而你却和易建联一起被孤零零的挤在替补席的角落，就因为你的强硬，易建联也被牵连，队友的排挤变本加厉，但你毫不在意。球场上靠的是实力，我龙国人什么时候需要靠别人施舍？与此同时，黄蜂队替补席上，他们的王牌中锋卡曼累得像条死狗，主教练蒙蒂满脸懵逼，这才第1节啊，他这赛季被迫摆烂，球队里更是没一个能打的。谁知第2节比赛开始，场上风云突变，你的替补海伍德终于上场，可小牛队却在主场叮叮当当开启铁匠铺，刷刷刷，黄蜂替补抓住机会，上来就是一波13-2的攻击波，分差瞬间只剩2分。直到这时，主场球迷才猛然惊醒，原来第1节能打得那么轻松，全是因为你拼下的2次进攻机会，没了你，小牛队瞬间被打回原形。暂停，暂停！卡莱尔教练脸色铁青，他下意识就冲场上大吼：“路虎，准备出场！”话音刚落，海伍德的脸当场就黑下来，这才3分钟，他就又要坐回板凳。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就连诺维斯基的脸上也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异样。要知道，以往教练喊的永远都是德克，准备出场。时代似乎要变。诺维斯基下意识看了一眼老板库班，库班正对他点头微笑。这一幕让解说科帆瞬间感慨万分。看啊，这就是人情味。库班和诺维斯基的交情堪称典范，一旁的杨毅也连连附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科凡的脑中却猛然冒出一个极其古怪的念头：万一你真的能取代诺维斯基，成为球队核心呢？但他下一秒就笑着摇了摇头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下赛季再不在小牛队都难说。暂停结束，你被提前换上主力阵容，可对面的主教练却一脸淡定，继续用替补跟你打，摆烂吗？不寒碜。然而你一上场，局面瞬间逆转。尽管队友手感冰凉，疯狂打铁，但你逆天的前场板能力直接填补了所有窟窿。哼！你连续3次抢下前场板，直接暴力扣篮，分差瞬间拉回10分以上。对面的主教练蒙蒂看得直摇头，他的替补阿勇直接被你爆得渣都不剩，他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主力中锋卡曼又换了上来。克里斯准备出场，卡曼一个机灵，感觉自己身体好像恢复，立马应战。可当他重新上场，再次看到你时，心里却咯噔一下，完蛋，我又虚了。上半场只剩最后1分钟，卡曼再次接到传球，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此时解说看着数据直呼离谱，卡曼5投1中，只得2分。明明从场面上看，你根本就没怎么防他，可他就是投不进。就在这时，卡曼又开始了他的内线表演，左晃肩，右是探步，一套操作真的是又卡又慢。你可没跟他客气，直接绕前一投，啪的一声抢断。下一秒，你立刻甩给基德，发起反击。基德一记精准长传，马里昂接球空中暴扣。看着基德这骚气十足的长传，你羡慕不已。瞬间，你找到了接下来加点的方向，不是投篮，而是传球。只要你能包揽后场板，再配上一手绝妙长传，那画面简直太美。你甚至已经想好自己要当个策应型中锋，毕竟队里可是有跑轰高手马里昂。你抢板，他快下，那画面简直不要太美。就在这时，上半场最后一次进攻回合，当卡曼看到你又要贴上来，他竟然直接一把将你推开，嘴里仿佛在念叨：“求求你别过来！”这家伙快哭了，他根本搞不懂为什么跟你对抗体力消耗的这么快，整个人像岔了气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队友杰克看到他那张憋红的脸，实在不好意思再传球，于是他将球交给奥卡福，刷！奥卡福面对诺维斯基的防守，一套连招轻松命中，计时器正好走完，压哨有效。这一刻，你和诺维斯基对视一眼，场面瞬间尴尬。你上半场完全锁死卡曼，可球队老大诺维斯基却被对面的奥卡福打成筛子，强烈的对比让他颜面扫地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油然而生。中场休息，比分54-40，小牛领先14分。但更衣室里，当技术统计出来时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你半场狂砍14分17个篮板，外加一盖贸易抢断。诺维斯基看到这数据直接傻眼，他自己才5分1个篮板，要不是有个篮板弹得太远，你懒得去抢，他连这一个都拿不到。他终于明白那股危机感从何而来。再这么下去，他这球队老大的数据就要被你爆成渣。与此同时，龙国转播室里，解说员科帆突然翻到一个惊天数据，杨老师，快看这个，小牛队史单场篮板记录是28个，而你仅半场比赛就拿下了17个，距离打破这个尘封16年的记录只差12个篮板。这一下，所有人都被镇住，这真的是你职业生涯的第2场比赛吗？下半场开始时，易建联突然冲你大喊：“路虎哥，加油！”原来中场休息时，他特意查了队史记录来提醒你，你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场比赛你真的很有希望打破记录。可看着为你加油的阿联，你心里却五味杂陈，因为他整个上半场1分钟都没上，但易建联的心态却很平稳。你的到来让他不再孤单，而你展现的实力更是让他生不起半点嫉妒。他现在只想抓住每一次机会，可上半场他连机会都没有。于是你看着他，淡淡一笑，霸气侧漏：“阿联，我必破小牛队的篮板球记录。”下半场比赛开始，卡莱尔没有调整阵容，然而黄蜂队却变阵了。上半场被你折腾得半死的卡曼，直接坐在替补席上，根本缓不过来。奥卡福顶到中锋，换上了激情派的兰德里，谁知这家伙上来就立功，一个挡拆顺下，直接面对诺维斯基的追防，抬手就造了一个犯规。我去，银角大王当场破防，尤其是看到你那意味深长的眼神，他更是郁闷到极点。结果兰德里2罚中1，第2罚打铁，正中你的下怀。第18个篮板到手，紧接着小牛队进攻，或许是手感太差，诺维斯基接到球后竟然开始刷起了助攻，他一个妙传给到内切的卡特，砰！
卡特平平无奇地完成一记扣篮。然而接下来麻烦来了，诺维斯基开始疯狂策应，小牛队命中率飙升。与此同时，黄蜂队的外线也开了，双方你来我往，就是不打铁。这下你彻底没事干了，你甚至怀疑诺维斯基是不是故意不让你抢板。就这样，第3节比赛结束，你单节只抢到3个篮板，总数20个，距离打破纪录还差9个。更要命的是，比分已经变成84比64，小牛队领先整整20分。第4节俨然已经成了垃圾时间。就在这时，教练卡莱尔突然问你：路虎，最后1节还想打吗？他显然也知道了记录的事，你却淡淡一笑反问：为什么不呢？在你看来，为了所谓的面子，放弃眼前的记录，那就是矫情。更何况，你只是一个签了10天短合同的落选秀，垃圾时间不正是你应该出场的时间吗？你必须打破这个记录，为自己争取一份真正的合同。好，路虎继续出场。卡莱尔当即拍板，可这话一出，替补席的海伍德整个人都骂了，连垃圾时间都不放过吗？欺人太甚！第4节比赛开始，龙国球迷终于看到易建联登场，而你上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对阿联说：阿联，一会我抢到板就给你传球，你果断的投就是。你心里清楚，阿联的打法和你完全不同，他必须靠得分在球队站稳脚跟，只要他能稳定贡献10分，机会就来了。而你就是要给他创造这个机会，哪怕放弃自己打出20+30的恐怖数据。路虎哥，我明白。易建联重重点头，眼神里全是感激。紧接着，小牛队进攻，替补阵容一上场，命中率果然下来。维斯特第一次出手就哐的一声打铁了，这正合你意，篮板+1。黄蜂队的替补中锋在你面前简直如同虚设。阿联，你抢下篮板，大喊一声，直接把球甩了过去。哐，易建联中距离跳投，结果也打铁。再来，你大吼一声，再次从人群中摘下篮板，又一次传给易建联，刷，阿联在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的干拔，这次球进了，防守他的兰德里当场看懵，还能这么玩？这哪是打比赛，这简直是投篮训练。你心里冷笑，有本事来抢板啊！接下来你就像一头饿狼冲进了羊群，黄蜂队的首发中锋都被你打自闭，更别提这个替补的落选秀，他不仅一个板都摸不到，还被你搞得气喘吁吁，就连对方教练蒙蒂都看得两眼发直。他甚至动了心思，要是你在黄蜂队，他一定以你为核心舰队。就在这时，转播室里解说科帆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将要见证一个新的纪录诞生。话音刚落，易建联的投篮再次打铁。就在这时，你跳了起来，篮板没有悬念，下一秒你高高跃起，强势摘下篮板，然后直接补扣得手，29个。路虎单场拿下了29个篮板，他打破了小牛队队史单场篮板球的记录。解说杨毅的声音直接吼破了音，整个航线中心球馆瞬间爆炸 ，DJ 疯狂带动着全场气氛，主场球迷们这才反应过来，我去，这个龙国菜鸟第2场比赛就打破了队史记录，太夸张了！全场球迷瞬间起立，为你鼓掌欢呼，就连对方教练都非常配合的叫了一个暂停，让你尽情享受这一刻的荣光。路虎哥，你做到了，你做到了！易建联冲过来，比你还要激动。而此时，国内观看直播的球迷通过慢镜头回放，突然发现一个惊天细节，我去，我没看错吧？这打破纪录的最后一板，竟然是易建联投篮打铁送出的助攻，哈哈，还真是，我异地太惨了，这不纯背景板吗？然而，有细心的球迷却发现关键，你们没发现吗？阿联在场上出手果断多了，要是陆虎胜和阿联能一起首发就好了，这内线组合无敌。可惜，马上有人泼来冷水，别想多，诺维斯基的主力位置谁也动摇不。与此同时，观众席上的老板库班也站起来为你鼓掌，他心里暗自盘算，这个龙国菜鸟真不错，小尼尔森催着要签合同，那就给他吧。然而库班万万没想到，正是这份合同，未来几个赛季竟让小牛队一地鸡毛，直到东契奇到来才迎来转机。回到场上，教练卡莱尔直接把你换下休息，你的数据最终定格，20分，29篮板，只差一个篮板，就是逆天的20+30，但你已经很满足。就在这时，恭喜宿主打破小牛队队史单场篮板记录，深蓝系统奖励100点属性点。深蓝的声音在你脑中炸响，100点，这简直是意外之喜。你瞬间明白，这属性点可不好拿，要不是自己篮板满值，加上逆天预判，根本不可能。要知道，联盟纪录可是张伯伦的55个。你笑了笑，看来自己是有点飘。但下一秒，你眼神一凝，100点属性点，是时候加点了。你毫不犹豫，直接打开系统面板，篮板已满，没必要再加了。于是你果断将属性点加到传球上，传球准确性从25直接拉满到100。你现在的目标就是抢下篮板后，直接长传发动快攻。可就在这时，你看到满值的传球属性后面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加号，你鬼使神差地点一下，恭喜宿主突破传球准确性上限，获得专属天赋4分为长传青铜，长传球绝不失误，接球人命中率提升50%，这天赋简直逆天，你感觉自己的助攻数据也要起飞。路虎在笑什么？旁边的马里昂看你傻笑，忍不住问道。你回过神，拍着他的肩膀，神秘一笑，肖恩，下场比赛我抢下篮板后会直接传给你，你只管往前冲，咱们一起重塑跑轰的辉煌。跑轰？马里昂被勾起了回忆，但随即摇摇头。路虎，你还是老老实实把球交给基德吧。别的，他显然不信你这个篮板怪兽还能传出什么好球，你也不在意，只是淡淡一笑。等到了赛场上，事实会让他闭嘴。比赛剩下的时间再无悬念，小牛队大胜，而你已经准备好继续起飞。比赛结束，你上场的短5分钟，直接带领球队将分差拉大到30分，最终比分111比86，小牛队主场狂胜25分，球队迎来2连胜，而你更是全场焦点，20分，29篮板，你一个人就占据了
据了所有风口。反观球队老大诺维斯基，全场11投2中，仅得10分，甚至连阿联的数据都比他华丽。易建联在垃圾时间刷出12分，得分上双。一时间，数据党的球迷直接开喷，说阿联表现完爆诺维斯基。此时你本想和阿联一起回更衣室，谁知你却被达拉斯的体育媒体一把拉住。阿联羡慕地看你一眼，先行离开，心里暗暗给自己鼓劲，而你则被记者团团围住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记者突然发难，问题无比尖锐：路虎，你打破了球队纪录，但你是在垃圾时间打破的，你不觉得这种刷数据的行为很可耻吗？你瞬间愣住，你忍不住环视一圈，这可是小牛队的主场，达拉斯的媒体竟然当众刁难自己球队的功臣。你眉头一皱，瞬间明白这是诺维斯基的死忠粉，看你不爽，于是你嘴角一扬，决定跟他玩玩。没错，身为小牛队的老大，我为自己刷数据的行为感到羞耻，我有罪，我给小弟们做了不好的示范。你开始满嘴跑火车，那记者果然上钩，当场破防，愤怒地打断你：停，这是正经采访，你什么时候是球队老大了？老大是德克，你就是个饮水机管理员。他叫托德麦伦，达拉斯体育报的记者，此刻情绪彻底失控。然而你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你故作惊讶地反问：这样啊，现在我又成饮水机管理员了？那么一个饮水机管理员在垃圾时间出场，也叫刷数据？无趣！你耸了耸肩，潇洒转身，同时还不忘朝着球迷挥手，瞬间引爆全场欢呼。这一幕差点把那个记者气到原地去世。与此同时，达拉斯体育报的主编看到直播，气得拍案而起，刚刚的采访镜头全部掐掉，让托德滚回来见我，立刻发声明，这是他的个人行为，与本报无关。作为球队的御用媒体，他竟然敢为难自家球员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你则悠闲地走回更衣室，队友们正三三两两地收拾东西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突然拦住你，是球队大脑基德。他看着你，郑重地开口：路虎打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说完，不等你回应，他便点头走开。你愣在原地，基德这是在向你示好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这正是基德为自己退役后的教练生涯布下的第一颗关键棋子。基德的示好，你只是笑了笑，并不在意。毕竟连续2场高光表现，你的实力已经毋庸置疑。回到公寓，你立刻进入深蓝空间，结算开始。上一场剩下的3个篮板，加上这场比赛的数据，总共兑换8点属性，再加上打破纪录奖励的15点，你现在手握整整23点属性点。你毫不犹豫，决定继续加点。你105公斤的吨位在内线太吃亏，吨位不够，力量来凑。深蓝加点，力量85，直接飙升到98，身体对抗85，瞬间强化到95。你一口气加完所有点数，只感觉全身充满爆炸性的力量。不知道现在的力量跟大本比怎么样？你心中豪情万丈。可惜奥尼尔已经退役，大本也即将落幕，你终究错过了与巅峰巨兽对决的时代。第二天上午，你和阿联还在睡懒觉，谁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突然响起，咚咚咚。阿联睡眼惺忪的去开门，下一秒他却惊呼出声：我去，女人！你猛然惊醒，只见一个黑发亚裔的长发美女站在门口，她正满脸怒气地瞪着你。不等你反应，她直接冲进屋内，啪的一声，一叠文件狠狠拍在你的脸上。你是不是忘了我这个经纪人的存在了？他叫伊维奇，是你大学同学，也是你的经纪人。就在这时，阿联却一脸懵逼地补刀：你还有经纪人？我操，猪队友啊！你一脸无语看向阿联，伊维奇的怒气值瞬间再次拉满。原来他帮你搞定小牛的10天短合同后，你就像人间蒸发，电话都打不通。你拿起脸上的文件，随手一翻，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，正是小牛队的续约合同。你无所谓地把文件扔给他，你做决定不就好了？不然我找你干啥？当摆设？你随口一句，又扔给他一瓶水。好了，开个玩笑，消消气。伊维奇接过水，气呼呼的没再说话。然而你拿起文件准备再翻翻，可下一秒你却瞬间愣住，文件里竟然不只有小牛队的续约合同，下面还赫然躺着另外2份文件，一份来自黄蜂队，另一份竟然是来自迈阿密热火。黄蜂队好理解，毕竟蒙蒂很欣赏你，可热火队凑什么热闹？不过你转念一想，他们最缺的确实是中锋。然而你几乎没有犹豫，就小牛队吧。你很快做出决定，毕竟你已经完全熟悉小牛队的环境，卡莱尔明显要重用你，首发位置稳稳当当，更何况你还要带飞阿联呢。于是伊维奇得到你的答复，喝了口水，转身就走。可就在他出门前，他猛地回头，狠狠瞪着你，看手机，别再让我打不通电话，也别想甩开我。哼！话音刚落，他便风风火火地消失了。阿联这时却拍了拍你的肩膀，一脸感慨：这样的经纪人不错，不是越大牌越好，我就是被坑了。你没有多说，只是拍了拍他，一起加油吧。你知道他心里的滋味只有自己能懂。第二天，小牛队官网就发布了新闻，你和小牛队正式签约1年50万美元，全额保障合同。然而除了小牛和龙国球迷，这条新闻没掀起任何波澜。你很清楚，要走的路还很长。紧接着，缩水赛季的紧凑赛程扑面而来，东部客场之旅还是2场残酷的背靠背。第一站，波士顿挑战凯尔特人；第二站，底特律对决活塞。飞往波士顿的飞机上，你翻看着凯尔特人队的资料，3巨头合作的最后一个赛季，内讧、伤病、冠军只有一个，破事倒是一堆，但这些你根本不在乎。你的目光死死锁定在凯尔特人队的首发中锋上，小奥尼尔。你瞬间找到打怪升级的新对象，尽管他实力可能只剩不到巅峰2成，但他的名气正是你继续上位的绝佳台阶。TD 北岸花园球馆比赛即将开始，你走进客队更衣室，却瞬间无语。一个个狭小的隔间，球员们挤在里面，感觉像在蹲坑。你第一次打客场，万万没想到环境竟然这么恶劣。本以为要抢个好位置，现在一看，所有位置都一样糟心。就在这时，阿联看到你吃惊的样子，笑了起来：路虎哥，客队都这情况，这还只是常规赛，季后赛手段更多，让你更难受。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比你懂的地方，脸上满是得意。阿联的话音刚落，
基德就走了过来。路虎，联盟客队更衣室都不一样。他拍了拍你，随口科普。讲道理，凯尔特人这还算好的，最差的当属雄鹿队。说着，他看了一眼阿联。阿联，你应该比较了解，你这才明白，看来库班这个老板格局还算可以。而这场比赛，小牛队的首发中锋依旧是你。海伍德已经彻底放弃，连争都懒得争一下，毕竟根本没法争。紧接着，你出场热身，却发现一个意外情况：凯尔特人主场的上座率竟然只有60%。TD 北岸花园球馆空着大片座位，看来三巨头对球迷的吸引力早已不如当年。然而，这场比赛三巨头却全部出战，甚至算上隆多都能凑个4巨头。可球队战力从来不是按巨头数量算的。你看向对面，凯尔特人首发小奥尼尔、加内特、皮尔斯、雷阿伦和隆多，再看看小牛首发你诺维斯基、马里昂、卡特和基德，你心头一热。要是这两队都在巅峰，简直就是联盟大结局。就在这时，你发现对面的主教练里弗斯竟然在场边沉思，完全没把精力放在比赛上。或许他又在想新的鸡汤，又或许他在想怎么把儿子弄进球队打首发。你没管他，反而在场上来回走了一圈，就为了感受那传说中硬度不一的地板。下一秒，比赛开始，你和小奥尼尔站上中圈，准备跳球。对面的小奥尼尔表情无比严肃，你看着这个饱受伤病折磨的前权明星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为我的崛起当好垫脚石吧。与此同时，转播室里杨毅正在分析，小奥尼尔经验还在，路虎这场比赛或许会感觉，明明对方跑不快跳不高，却比之前更难打。球迷们深以为然，毕竟这可是你对位的第一个全明星中锋。就在所有人都为你捏一把汗时，裁判哨响，嚯，路虎跳得真高啊！你轻松赢得跳球，小奥尼尔慢了整整一拍，基德控球过半场，直接交给诺维斯基，诺维斯基对位加内特，刷，金鸡独立，直接命中。然而凯尔特人进攻回合，诡异的一幕出现，隆多控球过半场，竟然把自己当成教练，他无视了三巨头，紧接着他指挥队友全部拉开，最后他猛地一指，让小奥尼尔在内线单打你，在他看来，你就是小牛队最大的弱点。下一秒，小奥尼尔就在内线接到了球，讲真的，他自己都没想到，自己都混成这样，竟然能在三巨头面前拿到球队的首次出手权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龙国菜鸟，应该很好对付。小奥尼尔这么想着，突然猛地向你撞来，他想用节奏感打你一个措手不及。砰！刚一碰撞，小奥尼尔瞬间感觉自己撞上了一块钢板，一股恐怖的反弹力猛然袭来，毫无准备的他直接失去对球的控制，而你一把将球从他手中直接倒飞，抢断加一。基德立刻捡到篮球，稳住节奏，开始慢慢推进。你忍不住看了小奥尼尔一眼，就这是我的力量太强吗？你差点就想秀一把自己的肱二头肌。算了，这个动作太 low， 开局就是王炸。老将基德竟然在3分线外直接出手，可这一球哐当一声直接打铁。然而就在凯尔特人内线准备收下篮板时，你动了，你直接拔地而起，砰的一声，一记残暴的摘板补扣，瞬间点燃全场。你体会到了什么叫碾压的快乐。对面的小奥尼尔，曾经的内线猛兽，此刻在你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，就连加内特都诧异的看向你，这小子是从哪冒出来的？紧接着凯尔特人进攻，球传到雷阿伦手中，他迎着防守直接飙射3分，可谁知哐又是一声清脆的打铁，你心里直呼巴适的板。小奥尼尔憋着一口气，拼了命也想抢下这个篮板找回颜面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你凭借惊人的弹速和无解的落点判断，再次单手抓下篮板。小奥尼尔瞬间心态崩了，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。就在这时，你看到马里昂已经冲向前场，你心里一笑，来了，老弟。下一秒，一旁准备接应的基德一脸懵逼，你竟然直接甩出一记长传，篮球瞬间跨越整个球场。我去，基德刚想喊你别乱来，球已经出手，凯尔特人三巨头全都看懵了，甚至来不及回防，他们眼睁睁看着马里昂接球后直杀篮下，砰，一记暴扣，你助攻加1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马里昂跑回来后，竟然直接对着基德竖起大拇指。杰森，你的传球越老越妖。他压根没看清是谁传的球。基德一听这话瞬间怒了，你特么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你忍不住了，你有些不满的走上前 ，It's me， 我传的。马里昂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可当他看到基德点头确认时，彻底傻眼。他想起你在替补席上的豪言壮语，当时只当你是在吹牛，可谁知你竟然真的传出了如此高质量的长传，一定是蒙的，这不科学。球迷们全都惊呼出声。然而你看着马里昂不信的样子，却只是微微一笑。不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紧接着凯尔特人进攻，皮尔斯一个背身翻身跳投，总算为绿军拿下一血，但这根本没用。轮到小牛进攻，球再次来到诺维斯基手上，他一个假投真传，直接把球塞到篮下的你手中。这个传球虽然让你有些意外，但这不妨碍你拔起就是一记双手暴扣。小奥尼尔的防守在你面前形同虚设。这下加内特看不下去，他直接冲着小奥尼尔怒吼：下一球我们换防，一个龙国菜鸟都防不住。小奥尼尔低着头一言不发，他已经分不清究竟是你太强，还是他真的已经老到打不动。结果凯尔特人下一次进攻，隆多突分给加内特，后者一记铁血大跳投，哐，还是没进。我的，你再次拔地而起。而小奥尼尔这次直接放弃争抢，转身就往回跑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你竟然故技重施，又是一个4分卫长传，精准找到快下的马里昂，连回防的机会都没给。马里昂这次看得真真切切，球就是你传的。他接球后一记飘逸上篮，再拿2分。就在这时，加内特彻底爆发，他指着小奥尼尔的鼻子破口大骂：杰梅伊，你是没睡醒吗？一个不知名的菜鸟打得如此轻松。他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小奥尼尔，可被喷的小奥尼尔只是低着头默默走开。于是下个回合，加内特带着满腔怒火直接换防到你面前，你看着主动找上门的他，只是淡淡说了一句：这不是且战且退宗宗主吗？瞬间加内特的
脸直接黑成锅底，他那个制服动图早已传遍全网，你这一提，在他看来就是赤裸裸的挑衅。龙国菜鸟，仙人板板！加内特张嘴就是一连串脏话，人身攻击。下一秒，加内特冲着隆多怒吼：“传球！”隆多不敢怠慢，立刻把球传了进来。可就在加内特接到球，准备做动作的瞬间，他突然发出一声惨叫，你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，直接一巴掌狠狠扇在他手臂上，问就是故意的，还敢骂四川街？加内特疼得龇牙咧嘴，转身就要指着你骂，可一回头却对上你那双冰冷刺骨的眼睛，你以为他要跟你干一架？来啊，造起来啊！可谁知那且战且退的 buff 瞬间笼罩加内特，竟然抬着小手跑去跟裁判疯狂抱怨。然而裁判只是给了个普通打手犯规，根本不理他。这下诺维斯基都忍不住为你点赞。加内特的垃圾话让他烦不胜烦，你这一下算是为他出了一口恶气。随后加内特走上罚球线，他看到你的目光，下意识又想开骂，却猛然想起刚才的剧痛，硬生生把话憋了回去。结果哐哐，加内特竟然两罚全丢，你轻松再捡一个篮板，中国球迷瞬间就炸了，这犯规太直了，这风格我喜欢，在国外就不能受欺负。紧接着你拿下篮板却没有再长传，因为凯尔特人已经摆好防守阵势。基德接到你的传球，心里也松了口气，生怕你打上了头，他甚至感觉你这个新技能将彻底改变小牛的战术。随后你沉到内线准备抢板，可加内特竟然还不死心，再次出现在你身后，准备和你继续硬刚，你顿时就笑了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下一秒你突然往后猛地一顶，直接开启3路颗星天赋，和加内特开始了激烈的卡位对抗。就在这时，基德看你没有要球的意思，便将球分给了卡特，卡特突了雷阿伦一个中距离急停跳投，哐，还是没有。场边的卡莱尔都快哭了，全队的手感简直中了魔咒，但他所期待的那个变数出现了。篮下和加内特纠缠的你猛地起跳，双手直奔空中的篮球而去。直到这一刻，加内特才体会到你的卡位和弹跳有多离谱。他虽然跟着起跳，却已经完全失去机会，篮板到手，但你并没有直接补扣，而是落地后等了1秒。就在加内特刚刚落地的瞬间，你再次迅猛起跳，双手举起篮球，就是要隔扣你。凯文加内特，全场炸裂。加内特瘫在地上，心里真的后悔了。谁能想到这个龙国菜鸟竟然这么虎？上一秒你还隔扣了加内特，下一秒加内特竟然又跑回诺维斯基身边，他竟然发现还是欺负诺维斯基比较轻松。诺维斯基直接无语。紧接着比赛陷入僵持，凯尔特人的手感逐渐热起来，雷阿伦3分飙射，皮尔斯中距离万花筒进攻，而加内特抢下一个后场篮板，竟然仰天长啸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完成了绝杀，但实际上这只是他首节唯一的一个篮板，因为其他的篮板全都被你一个人包揽。25比25，第一节双方打平。然而回到替补席上，加内特已经开始大口喘着粗气，虽然他不断协防你，看起来很爽，但和你的激烈碰撞早已让他体力透支。雷阿伦看着他气喘吁吁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凯文，这赛季能不能好好拼一把？能不能少逛点夜店？加内特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急忙解释，我说我昨晚真的没去逛夜店，你们信吗？可他的表情却显得格外忧郁。里弗斯看着3巨头又要吵起来，失望透顶。与此同时，小牛队的替补席上，你正享受着卡莱尔的公开称赞，所有人都应该紧起来，要像路虎一样，时刻保持激情。卡莱尔这话虽然没点名，但诺维斯基脸上火辣辣的，他忍不住抬头看天，感觉要变天了。然而卡莱尔根本不在乎这样会把你放在火上烤，因为在他眼里，你只是一把尖刀，一个棋子。可你听到这些话，却只是淡淡一笑，直接坐回易建联身边。你心里清楚，卡莱尔根本不知道你即将崛起的速度有多快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棋子同样可以反杀棋手。你背靠着整个龙国市场，根本不是谁都能随便拿捏。紧接着，第二节比赛开始，双方都换上替补阵容。你虽然没有上场，但你的兄弟易建联却得到了机会。听到教练的喊声，他一个激灵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他赛季第一次在非垃圾时间登场。然而，场上的超级第6人特里却把你当成搅屎棍，他甚至认为是你带坏了易建联。刚一过半场，特里就对着拿到球的易建联疯狂要球，他甚至怒吼道：“把那该死的球给我传过来！”谁知易建联只是看了他一眼，下一秒一个假传动作直接骗过所有人。特里下意识伸手去接，却只接到一团空气。紧接着，易建联无视特里，在3分线外果断出手，刷空心入网。看到这一幕，你瞬间从替补席上跳起来，疯狂挥舞着毛巾，这才是兄弟该有的样子。机会就是要靠自己争取。还没完，球场上易建联再次奋力抢下一个篮板，他再一次无视了特里的要求，一个轻点晃飞防守，随即猛然起跳暴扣得手，好球！你再次疯狂挥舞毛巾，连拿5分。易建联兴奋地挥舞拳头，他突然发现得分原来如此简单。他朝着替补席上的你摇摇一指，你心领神会，直接一个抱拳回应。然而这一幕却被现场解说席上的奥尼尔敏锐捕捉。这个我懂。奥尼尔兴奋的也做出一个抱拳姿势，他满脸回忆，当年我和王在热火队就经常这样。王治郅，解说员肯尼史密斯立刻调出资料，王治郅身高2.13米，龙国球员。然而解说席上的巴克利却对王治郅的数据不屑一顾，他直言这就是个饮水机管理员，一个2.13米的大个子居然跑去投3分。可下一秒巴克利话锋一转，求生欲瞬间拉满，我澄清一下，我对龙国球员没偏见，像路虎我就很喜欢。紧接着他竟然把你捧上天，疯狂抢板暴扣，这才是内线该干的事。他甚至断言你能成为罗德曼那样的篮板怪兽。就在这时，你准备替换上场，第2节已过5分钟，首发阵容陆续回归。下场前，易建联紧紧和你拥抱，有你在，他底气十足。不知不觉间，你们的角色已经互换，你才是那个带飞全场的老大哥。比赛继续，比分35比35平。凯尔特人进攻，隆多持球突破。然而你早已看穿一切，你直接堵死他的突破路线，就是放他投篮。
开玩笑，一个3分命中率只有23.4%的后卫，你甚至用手指着篮筐对他发出致命挑衅，投呗，少年！哐！受到刺激的隆多果然出手，结果毫不意外的打铁。你一声大吼：“来了，冲！”队友瞬间像离弦之箭冲向前场。此时加内特迅速逼防过来，想阻止你传球，但他太小看你的专属天赋4分卫长传，砰！你直接一记长传撕裂全场，篮球精准找到卡特，卡特接球而起，一记久违的大风车暴扣，落地后的他忍不住放声大吼，仿佛找回了曾经那个半神半人的扣篮之王。现场解说席上瞬间炸锅，嚯，这球传的牛杯啊！肯尼史密斯直接惊呼出声，丹尼斯罗德曼可没有这手传球，巴克利也连连摇头，他彻底明白你的模板根本不是罗德曼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凯尔特人主帅里弗斯开始搞事，他发现球队手感冰冷，而你的前场篮板就是胜负手，于是他迅速做出针对，没错，他要包夹你，只要你抢到篮板，小奥尼尔和加内特就立刻上前夹击，他赌你一个中锋绝对处理不好球，这可是针对奥尼尔和姚明都屡试不爽的战术。可里弗斯万万没想到，现在的你传球属性早已拉满，面对2大巨星的包夹，你只是轻描淡写将球高举过顶，下一秒篮球就精准送到队友手上，诺维茨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。在连续2次空位打铁后，他的手感终于被你喂了出来，刷刷刷，一波疯狂3连中，不仅瞬间破解了里弗斯的包夹战术，还让小牛队直接拉开比分。半场结束，比分定格在55-45，小牛队客场领先10分，而你的数据更是炸裂全场，10分、19个篮板、5次助攻。更衣室里，诺维茨基看着技术统计，心态崩了。他从开场的8投1中，好不容易才追到10分，结果仅仅是和你持平，篮板被你碾压就算了，现在连得分也要被你超越，强烈的危机感第一次在他心中升起。小牛队难道真的要改信路？就在更衣室气氛微妙之时，主教练卡莱尔走了进来，他刚一进门就下意识捂住鼻子，那股酸爽的味道让你想起第一场比赛时差点被当场送走。但卡莱尔根本没在乎这些，他猛地拍了拍手中的战术板，下半场我们改变战术。你随意瞅了一眼，瞬间愣住，战术板上画的极其简单，篮底下一个闪亮的小星星，3分线外4个凌厉的小箭头，这难道是一星4射？就这样带着全新的战术你走上球场，可凯尔特人那边却出了大状况，他们的核心加内特竟然和主教练里弗斯在场边公开争吵，只听见加内特一脸不满的质问：“教练，我是大前锋，凭什么让我去打中锋？”里弗斯简直无语。上半场和你激烈对抗后，小奥尼尔直接被打废，现在正坐在替补席上萎靡不振，他只能让加内特顶上你的位置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加内特竟然当场拒绝：“你可是曾经的 DPO 啊！”里弗斯一眼就看穿，他就是不敢和你对位，他怕了。没错，加内特就是怕了。他已经35岁，刚才和你硬刚2个回合，他就感觉顶不住。他很清楚，再和你打1节，自己第4节就得彻底报废。比赛哨声响起，你走上场，结果发现和你对位的球员竟然换成布兰登·巴斯，一个身高只有2.03米的大前锋。巴斯自己都一脸懵逼，不明白2.1米的加内特为什么不来打中锋。紧接着，凯尔特人队进攻，隆多控球突破，看到你在篮下，根本不敢往里冲，他立刻将球回传给拉到外线的加内特。加内特接球，直接一记铁血大跳投，刷，球进了。下一秒，加内特竟然对着诺维茨基疯狂怒吼，在全场球迷面前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。加内特还在那怒吼刷存在感，可你看到诺维茨基的防守却瞬间不满，这就防不住，在你的理念里，防不住就得上犯规，想轻松得分门都没有。紧接着轮到你们小牛队进攻，可场上的一幕却让对面的里弗斯教练直接看懵。诺维茨基没有再和加内特肉搏，而是直接拉到3分线，其他队友也全部散开，偌大的禁区只有你一人如定海神针般沉在篮下。就在这时，基德顶着隆多直接出手3分，哐的一声没进，但这根本不重要，因为内线的巴斯发现自己被你死死卡住，完全无法动弹。你轻松跃起，收下篮板，然后就是一记残暴的暴扣。你笑着朝基德竖起大拇指，基德也笑着回应：有你在内线，怎么扔都行。可对面的巴斯却彻底郁闷，他身高完全被碾压，这种打法简直是地狱级体验。而里弗斯教练更是心头一沉，1星4射，他终于认出这个战术。可你们的战术比魔术队和热火队要粗暴得多，就是外线随便扔，反正内线有你无解抢板。里弗斯陷入两难，包夹你上半场那神出鬼没的传球让他头皮发麻，不包夹巴斯在你面前就是白送。一个简单的战术竟然打出了无解的感觉。就这样，随后的几个回合，你连续3次抢下进攻篮板，2次进攻得手，对面的雷阿伦终于坐不住。就在马里昂3分打铁的瞬间，他直接放掉卡特，猛地朝你冲来。他算准了时机，就等你落地瞬间直接抢断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你的反应远超他的想象。半空之中，你根本不等落地，手腕一抖，直接将球甩向外线的卡特。那球传得极其舒服，卡特面前一片开阔，刷3分稳稳命中。卡特忍不住大喊一声：“有板真好！”雷阿伦根本来不及回防，双手叉腰，满脸无奈，莽夫会绣花，这还怎么打？一旁的加内特更是连指责队友的心情都没有，因为他同样想冲进去协防。可就在这时，对面的雷阿伦不干了，他冲着隆多一声大喊：“把球交过来！”下一秒，刷，君子剑出鞘，雷阿伦人狠话不多，直接一记3分飙射 ，answer ball， 他用一记冷血3分强势回应。然而这还没完，凯尔特人放弃了对你的夹击，相当于直接放你在内线得分。可是，在进攻端，雷阿伦突然彻底爆发，他顶着卡特的防守，连进4记3分，硬是扛着球队疯狂追分。你看着比分牌，也不得不承认，这家伙是真的猛。但你很快就发现。
现一个致命问题，你们的外线防守根本就是个筛子。马里昂巅峰已过，基德、卡特、诺维茨基更是老到一捅就破，而你的防守范围仅限于内线。果然，教练让马里昂换防雷阿伦，可雷阿伦根本不应来，直接把球交给皮尔斯，皮尔斯转身就打卡特这个点，一套连招，轻松翻身跳投得手。凯尔特人队多点开花，他们就逮着老卡特一个人欺负。就在全队一筹莫展之时，你却突然动了，你走到卡特身边，对他耳语，放他投篮，防他突破，他一旦进来就交给我。卡特点头如捣蒜，比赛继续，凯尔特人进攻，隆多果然再次把球交给皮尔斯，这一次老卡特完全听了你的，直接侧身让出突破通道。皮尔斯冷笑一声，以为卡特真的老了，他一步就轻松抹过。下一秒，皮尔斯急停跳起，干嘛？他以为自己稳了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，是你！啪！你一巴掌将球狠狠扇飞到观众席，视觉效果直接拉满。路虎，你牛杯！老卡特激动的和你激情撞胸，替补席瞬间沸腾，毛巾挥舞成风，就连主教练卡莱尔都忍不住为你鼓掌。凯尔特人想趁势而起，你直接一巴掌给他们死死摁下。第3节比赛已经带领小牛队死死顶住反扑，紧接着第4节开始时，你们依旧手握10分领先。要知道，你之前只是个篮板机器，一个蓝领，可现在你赫然成为球队的战术核心。然而，球队原本的真核诺维斯基和场上教练基德作用却在此刻被无限削弱，他们竟然都沦为定点3分投手，只能在3分线外给你拉开空间，其他的事全交给你。不仅如此，在防守端，你更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小牛队的整个防守体系。这下诺维斯基不只是感到危机，他感觉你快要把他在小牛队经营10多年的房顶都给掀翻。可让他无奈的是，主教练卡莱尔围绕你设计的战术效果出奇的好。随着第4节雷阿伦那口气一松，凯尔特人队直接崩盘，加内特体力耗尽，步履蹒跚，皮尔斯更是被你连续血冒2次后打得畏畏缩缩。至于隆多，根本指望不上他来追分，最终比分定格在117比95，你们在客场狂射22分，而你更是砍下24分、27篮板、3盖帽、7助攻的恐怖数据。反观诺维斯基，全场只有16分，被你压制得死死的。照这样下去，小牛队老大的位置马上就要换人。比赛结束，你们连夜飞往底特律，备战下一场对战活塞的比赛。飞机上，所有人都已入睡，你却闭着眼睛，悄悄换出了深蓝系统。深蓝兑换属性点，恭喜宿主获得9点属性点。你毫不犹豫，直接做出决定，加耐力。和凯尔特人的一番苦战，你的消耗巨大，瞬间你的耐力来到了84，你感觉身体一阵舒畅，刚刚比赛积累的所有疲劳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下你对接下来对阵活塞队的比赛信心爆棚。事实也正是如此。1月10日晚，你带领小牛队在客场对活塞队进行了一场碾压式的屠杀。这场比赛，教练卡莱尔直接把你当成唯一核心，更是为你量身打造了1星4射战术。结果这套战术简直就是虐菜的神技，仅仅1节你就带队彻底打崩活塞。对面的门罗在你面前简直就是个弟弟，篮板被你抢光，脚步被你碾压，他的心态被你彻底搞崩，进攻端更是打铁不断。第1节34比15，比赛直接变成你的个人秀，对面疯狂打铁，你抢下篮板，接着不是暴扣就是妙传队友。看到这效果，教练卡莱尔心满意足。紧接着第2节，他更是大胆到直接让你和首发全部下场休息。然而看着场上沮丧的门罗，你却突然有些感慨，因为你很清楚，这个极具天赋的传统内线即将被时代彻底抛弃。再过3个赛季，库里的小球风暴就会席卷联盟，到那时，像门罗这样移动缓慢、没有远投、无法防挡拆的内线，将直接被宣判职业生涯的死刑。这瞬间让你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紧迫感，你必须在这3年内把自己进化成一个适配小球时代的完美全能战士。思绪收回，第3节你只打了5分钟，便再次下场休息，全场仅仅出战17分钟，你就轻松拿下10分13篮板，2双对你来说简直像喝水一样简单。要知道，这才是你打的第4场比赛啊，简直离谱。最终，小牛队100比86轻松取胜，而诺维斯基也终于在得分上压过你一头。可谁知赛后一个记者却不怀好意的拦住你，他张嘴就问：德克得分终于超过你，你觉得他出场时间更长，是不是不公平？你当时就懵，下意识脱口而出：什么玩意？德克什么时候沦落到要和我比得分？我压根就没想过得分，我只想抢板刷助攻。然而那记者听到这话，双眼却瞬间放光，他知道一个天大的新闻即将诞生，因为媒体最擅长的就是断章取义。果然，第2天，当你们飞回达拉斯时，联盟里关于你和诺维斯基的故事却突然引爆，藐视德克，龙国菜鸟口出狂言，德克配合我比得分，球队老大我来当。砰！办公室里，球队老板库班猛地将一叠报纸砸在桌上，他对面坐着的正是主教练卡莱尔和总经理小尼尔森。库班语气不善地盯着卡莱尔，立刻解释一下。库班生气的不是媒体的伎俩，而是球队最近的战术打法。诺维斯基竟然肉眼可见的被边缘化，堂堂球队核心，硬生生被打成一个定点投手。与此同时，你的战术地位却直线飙升，甚至从基德手里接过了发牌权。再加上你嚣张的性格，库班不炸锅才怪。小尼尔森率先开口，力挺教练马克，球队正在连胜，里克干得很好。库班却直接提高音量，德克才是核心。结果小尼尔森当场硬刚，我才是总经理，要么开除我，要么别插手球队。办公室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最终，库班冷冷丢下一句话：里克，德克的核心地位是经过时间考验的，我不觉得一个菜鸟能比他更好。再给你3场比赛，我们就要对决湖人，到时候就看你的宝贝新秀能不能扛住小鲨鱼拜纳姆的冲击。库班这话一出，卡莱尔心头一沉，他知道这注定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，如果搞不定拜纳姆，甚至惨败，那你很可能就要重新坐回替补席。没办法，谁让诺维斯基背后有人呢？要知道，这
赛季的拜纳姆可是生涯巅峰，实力仅次于魔兽霍华德，而此时你对此却毫不知情。你正在易建联的公寓里和他一起分析接下来的赛程，雄鹿和国王实力不强。你看着赛程表，甚至还开玩笑说要去好莱坞看女明星，完全没意识到接下来对阵湖人的比赛将直接决定你在球队的命运。就在这时，你的经纪人伊维奇突然踩了你一脚，冷哼道：“呸！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”你瞬间无语，这也能被拳击？你诧异的看了他一眼，他立刻瞪了回来。你只好摆摆手，懒得计较，顺手从他手里拿过刚削好的苹果，随口问道：“话说，你今天来干嘛？”你直接咬了一口苹果。伊维奇却没在意，反而说起了正事。国内几家球鞋品牌发来了签约意向，他气质瞬间判若两人。你忍不住感慨一句：“女人果然善变。”但你只是淡淡开口：“不急，现在价太低，等我打完这赛季再说。”伊维奇立刻点头：“没错，以你现在的势头，赛季结束身价何止翻10倍，现在签约绝对血亏。”不过他却带来一个坏消息，因为联盟修改规则，你这个新秀赛季将无缘全明星，否则以你在龙国的人气，商业价值必将再次暴涨。紧接着，小牛队在主场连战连捷，你继续首发，在内线简直大杀四方，无论是雄鹿队的中锋，还是国王队的5号秀考辛斯，全被你打爆。暴脾气的考辛斯甚至被你打到恼羞成怒，猛地推了你一把，结果你纹丝不动，脚下生根，反倒是他自己被震得连连后退，当场猛圈，而你只是轻轻拍了拍胸前的球衣，杯格瞬间拉满。这2场，你分别拿下15分17板和11分14板。然而，诺维斯基的数据却再次被媒体拿来和你比较，结果嘛，还用说吗？他沦为定点投手后，命中率依旧低迷。这下，诺维斯基身后的团队彻底急了，再这么下去，真要被你鸠占鹊巢，他们必须要做点什么。就在这种暗流涌动下，你们全队兵发洛杉矶，而在飞机上，你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王炸时刻。你用3场比赛积攒的17个属性点，果断将力量从98加到100，更是直接花费10点突破上限。恭喜宿主，力量属性突破上限，获得专属天赋低位防守大师，无视吨位差压制，低位防守成功率增加50%，完美！你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天赋效果竟然这么顶，无视吨位差，这正是你目前最需要的能力。无视吨位差，加上满级力量，再加上3路颗星的加速对手体力消耗，你忍不住笑出声。还有谁？可一旁的易建联看着闭眼微笑的你，却以为你在做什么美梦，甚至还八卦的想，该不会是梦到和伊维奇划船吧？你毫不犹豫，又将剩下的5点属性点全部加到耐力上，耐力瞬间从84飙到89。因为湖人队不好对付，科比更是个体能怪，你很可能要打满全场，所以耐力这种硬通货怎么加都不亏。紧接着，你们全队抵达洛杉矶斯坦普台中心，今晚这里座无虚席，因为上赛季正是你们4比0横扫湖人，彻底打碎了科比的王朝梦，所以这场比赛科比心里憋着一股滔天怒火，比赛还没开始，他就给队友下了必胜令。因此，当你走上球场时，赫然发现湖人全员都带着杀气，尤其是对面的拜纳姆，那眼神简直恨不得把你生吞活剥。可你却瞬间兴奋起来，正好就拿他来试试新天赋低位防守大师的威力。就在这时，你刚走到中圈，拜纳姆就恶狠狠地冲你放话：“龙国菜鸟，我要干爆你！”你听完却觉得好中二，你甚至看到科比还在为他鼓掌点头，仿佛2次元之光笼罩了整个球场。还好裁判没受影响，直接将球抛向空中。比赛开始，你大喝一声：“管他中2不中2，先赢下跳球再说。”拜纳姆虽然也奋力起跳，却发现你们的弹跳根本不是一个次元。落地后，你对着他淡淡一笑：“老鸟，希望你能持久一点。”拜纳姆当场愣住，持久什么意思？下一秒，基德控球过半场，费舍尔刚摆好防守架势，基德却猛然干拔3分，我丢！费舍尔直接骂出声：“基德什么时候学了库里的打法？”只听哐当一声，球没进。可基德却淡定无比，因为他这根本不是投篮，而是传球。就在拜纳姆还在琢磨持久时，你已在内线翻江倒海，你拔地而起，空中单手抓球，狠狠砸进篮筐，单手劈扣。你一边后退，一边做出双臂上扬的动作，引爆全场。听说你要干爆我，来吧！果然，你这一扣直接让龙国直播间的科迷们瞬间拧巴，他们不知道该支持谁，一个是自己人，一个是自己老大。而球场上，科比也对拜纳姆刚刚的走神极其不满，他厉声质问：“安德鲁，打起精神！你不会连一个龙国菜鸟都搞不定吧？”沙克当年可不是这样。这一句话直接踩爆了拜纳姆的尾巴，他最恨别人拿他和奥尼尔比，更恨被姚明按在地上摩擦的屈辱，所以他脸色瞬间一黑，咬牙切齿：“我会搞定！”他发誓这次一定要在龙国中锋面前雄起一把。紧接着，湖人队进攻，费舍尔控球过半场，毫不犹豫地把球交给科比，科比对位卡特，4大分位的巅峰对决。只见科比背身倚住卡特，一个虚晃，瞬间晃开重心，然后他后仰跳投，刷，篮球空心入网，美如画。你近距离欣赏着这一球，也不禁手痒，什么时候我也能这么骚？然而卡特却只能无奈摇头，他知道自己和科比的差距已经无限拉大。随后小牛队进攻，基德将球分给了诺维斯基，诺维斯基面对加索尔的防守，直接顶着人强投3分，哐！意料之中，3分打铁。湖人主帅麦克布朗都看懵了，小牛这是什么糟糕的进攻选择？可他下一秒就知道了答案，因为诺维斯基投篮的瞬间，你已经在内线发力。拜纳姆身高2米13，重达129公斤，吨位上完全碾压你。可就在你一撞一顶之下，他竟然直接被你撞开，彻底失去卡位。球场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，因为低位防守大师的棒竟然能无视吨位差，没有了吨位压制，拜拉姆拿什么和你比力量？紧接着，在拜拉姆惊恐的眼神中，你轻松跃起，直接摘下篮板。但这一次你没有立刻补扣，而是落地后停顿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外线的科比对着拜拉姆发出怒吼：“给我防住！”丢掉防守篮板已经让科比怒气值飙升，而拜拉姆只能将怒火对准你，心里发狠：“我必冒你！”谁知你根本不攻框，反而猛地将球砸向地板，砰！就在
在这一瞬间，一个身影从3分线外闪电般切入，拔起接球，转身是卡特，他半空中接住你的砸地传球，一个360度转身，直接隔着拜拉姆完成惊天暴扣后，胡子泛白的卡特在科比面前发出了最强怒吼：4大分位就是要互爆！你冲上前和卡特激情撞胸庆祝，你们的默契天衣无缝。全场寂静2秒后，瞬间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惊叹，只有拜拉姆满脸委屈，内心疯狂吐槽科比：你让我防好，可你怎么把卡特放进来的？这下轮到科比尴尬了，他真没想到卡特会突然反跑，更没想到你会玩出这么精妙的配合。于是湖人再次进攻，费舍尔依旧是工具人，把球交给科比。科比再次面对卡特，眼神已经彻底变了，他心中的好胜之火被彻底点燃。他对卡特淡淡说道：文斯，并不是只有你会扣篮。话音刚落，科比猛然启动，一步就抹过了卡特。你一看科比杀入内线，就知道他要干嘛，别想轻松扣。你立刻扔下拜拉姆，直冲科比而去。可科比不愧是科比，他用极致的节奏和脚步，竟然直接闪开了你的正面封堵，眼看就要从你侧面完成背身旋转暴扣。别想扣，你反应极快，在空中强行扭转身形，狠狠一掌扇在科比的手臂上，啪哐嘟，3个声音几乎同时响起。你打少了，科比扣飞了，裁判响哨了。科比落地后，手臂一阵生疼，瞬间通红一片，他转身就给你一记死亡凝视，你毫不示弱，直接瞪了回去。科比发现眼神杀没用，只能悻悻地走上罚球线，结果他第1罚直接打铁，第2罚才进。你心里暗自嘀咕，这科比真不上道，都不给我抢篮板的机会。紧接着小牛队进攻，队友马里昂一记歪把子机枪直接打铁，而你又一次轻松卡住拜拉姆的位置，再次摘下篮板。拜拉姆连续丢板，心态彻底失衡，于是你落地后只是一个虚晃，他就直接傻傻跳起。下一秒你等着他下落，才好整以暇的一记暴扣得手，全场瞬间死寂。斯坦普斯中心有球迷甚至喊出了奥尼尔的名字。没错，在他们眼里你就如同巅峰鲨鱼降临。可就在这时，科比却走到拜拉姆耳边低语，他告诉拜拉姆，你已经有1次犯规，接下来湖人队要以他为核心，把你打下场。拜拉姆听完瞬间信心爆棚，早就该这么打。果然湖人队进攻，费舍尔直接将球调给内线的拜拉姆，你立刻顶了上去，你和拜拉姆1对1，但在所有人眼中，你比129公斤的拜拉姆小了整整1拳，就连解说都断言你单防绝对会被打爆。然而拜拉姆看着你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心想小菜鸟，看我打爆你。下一秒他猛地发力，狠狠向你撞来，砰！他以为能直接把你撞飞，身体已经做好了扣篮的准备，但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，你竟然纹丝不动。拜拉姆这才惊恐地发现，他根本没有起跳空间，他就像一个提线木偶，直直将球送到你高举的手掌上，甚至因为发力过猛，他自己反倒失去平衡，踉跄着差点摔倒。从观众视角看，这简直就是拜拉姆主动把球交给你。拜拉姆人直接懵了，他想造你犯规，结果却惨遭封盖。更离谱的是，你的队友马里昂都被这球惊呆，竟然忘了快攻，但你丝毫不乱，立刻把球交给基德，紧接着一个惊人跑位，你一个内线竟然直接拉到3分线外，砰的一声，你用一个磐石般的挡拆，直接把防守人撞开。马里昂心领神会，空切篮下，基德的传球精准到位，刷，马里昂反身上篮轻松命中，湖人队全员呆若木鸡。谁能想到前几回合还在瞎倒的小牛队，竟然打出如此精妙的战术？这下湖人主帅麦克布朗都忍不住看向你的教练卡莱尔，而卡莱尔只是在场边淡淡一笑，原来他早就给了你无限的战术自主权，他坚信你这个高材生拥有超凡的战术智商。就这样，首节比赛结束，29-23，你带队在客场死死压制住湖人，可拜拉姆却上头了，他不信邪，一次又一次在低位挑战你，结果就是你又连刷2次盖帽和1次抢断，直接把他打到自闭，仅1次造犯规就能把你罚下场，他却怎么也做不到。8分7篮板3盖帽1抢断，你用1节完美的表现彻底征服斯坦普斯，而对位的拜拉姆数据栏上除了3次失误，竟然全是0。然而湖人队却死死咬住比分，原来是加索尔天神下凡，9投7中狂砍14分。可尴尬的是，防守他的正是小牛队的核心诺维斯基。更扎心的一幕出现，诺维斯基自己首节5投0中，得分竟然是0。这位曾经的联盟天王看着自己的数据，彻底怀疑人生。你一节封神，可你不知道，你的光芒正让一位天王巨星跌落神坛。诺维斯基上赛季还是命中率逆天的总冠军核心，可这赛季因为你的到来，他的数据竟然已经沦为普通首发，甚至最近3场看起来就像个角色球员。这一刻，诺维斯基终于醒悟，他看着你每场比赛都充满激情的表现，再看看自己平平划水的状态，他懂了，他彻底明白卡莱尔为什么扶正你当核心。与此同时，球队老板库班也在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，看着你在场上的无敌表现，他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，但这可是他最爱的诺维斯基啊！库班咬了咬牙，决定再忍忍，他就不信你能一个赛季都这妖牛，一旦你表现差了，就别怪我撸掉你。就在这时，湖人替补席早已炸开了锅，科比逮着拜拉姆就是一顿狂喷，可湖人主教练麦克布朗却只是轻声劝解。没想到这一套软绵绵的执教风格，竟然让科比不好发作，而拜拉姆更是瞬间觉得找到了靠山。之前被科比和加索尔死死压着，如今新教练却如此力挺自己，他当即主动请缨，教练，第2节我继续出场。麦克布朗大喜过望，当场同意。可下一秒，科比却直接开口，我也继续出场。拜拉姆的表情瞬间凝固，他本以为自己终于能当一回山大王，结果科比根本不休息。科比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冷冷承诺，放心，我会给你传球。杨毅看到球员陆续上场，直接惊呼，什么？科比和拜拉姆竟然同时出战，湖人队这是要当季后赛来
来打。沉思间，你坐在替补席，看着场上风云突变，湖人队竟派上了科比和拜拉姆。很明显，他们这是要报上赛季被横扫之仇。而小牛队这边却是正常的轮换阵容，易建联也终于挤进轮换。这一切似乎都与你的强势崛起脱不开关系，就像詹姆斯指定御前侍卫一样，你就是卡莱尔的王牌。而易建联自己也争气，投篮果断，拼抢凶狠，配得上这个位置。紧接着，第二节比赛开始，湖人队先攻，科比接球就低位坐打特里，特里根本顶不住。就在这时，维斯特立刻上来包夹，可科比看都没看外线空位的队友，而是猛然间把球传给了内线的拜拉姆。拜拉姆接到球时都懵了，他没想到科比真会传球，但下一秒他反应过来，再次低位强打。而这次防守他的是小牛队前首发中锋海伍德，砰，又是一次简单粗暴的猛撞，海伍德胸口一闷，竟然被直接撞退2步。紧接着，拜拉姆抢起暴扣，势大力沉，就连科比都眼前一亮。后，拜拉姆仰天怒吼，宣告小鲨鱼归来。这一刻，主教练卡莱尔眉头一挑，看看场上的海伍德，又看看场下的你，他无比庆幸自己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，签下你，重用你。此时，解说史密斯直接爆出数据：路虎身高2.06米，体重105公斤；海伍德身高2.13米，体重122公斤。可为什么同样是防守拜拉姆，反差竟然如此巨大？是力量。巴克利一语道破天机，而场上的海伍德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沮丧。之前他还能安慰自己是教练有眼无珠，可现在拜拉姆就像一面照妖镜，将他和你的差距赤裸裸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。这一刻他才明白，换作是谁都会选择你当首发。随后比赛继续，科比和拜拉姆联手发威，竟瞬间抹平了6分的分差。你在场下看得直摇头，这群憨憨，尤其是海伍德，简直被拜拉姆抱得渣都不剩。拜拉姆在第一节被你打没的自信心竟然全回来了。你瞥了一眼教练卡莱尔，他却没有丝毫换人的意思。于是你继续稳坐替补席看戏，落后10分算什么？等你上场就能轻松打回来，你就是有这种自信。然而比赛进行到第6分钟，场上风云突变，湖人队竟然以37-34反超3分，整整6分钟时间，小牛队仅仅得到5分。卡莱尔终于坐不住，叫了暂停。上赛季手感火热的微波卢特里，这赛季却疯狂打铁，正是他的浪头才导致球队被反超。卡莱尔的眼神里满是失望。就在这时，卡莱尔的目光再次投向你，他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。下一秒，他直接对你下达指令：路虎，准备出场，你来掌控战术发起。他竟然让你一个新秀在3分弧顶组织进攻，这简直是把球队的指挥权都交到你手上。卡莱尔甚至告诉你，一场胜负没什么，我给你试错的空间。你只是淡淡一笑，发牌员，这不就是未来宇宙永格林的角色吗？你心想，这个我熟啊。另一边，诺维斯基看着这一切，脸色瞬间变得凝重。他知道，再不找回手感，球队核心的位置就真的要亲手让给你。暂停结束，你重新登场，看着对面再次嚣张起来的拜拉姆，你心中冷笑，看来是时候再次教他做人。此时，湖人主帅麦克布朗还得意洋洋地瞥了卡莱尔一眼，他以为自己使用超巨的战术已经压制住小牛，可他哪里知道，卡莱尔根本没理他。此刻，卡莱尔所有的战术和希望全都汇集在你一人身上。比赛开始，小牛进攻，基德控球过半场，你先是在内线和拜拉姆硬扛一下，紧接着你猛然拉到3分线外，拜拉姆直接愣在原地。科比见状，立马对他怒吼：“跟上！”说实话，科比根本不知道你是谁，他更不知道你有没有投射能力，在他眼里，你不过是一个抢篮板的新秀菜鸟。拜拉姆这才迈着沉重的步伐跟出来，但就在这时，基德的传球已到你手中，下一秒，基德一个鬼魅般的反跑内切，你瞬间秒懂他的意图。在湖人全队还没反应过来时，你手中的篮球已经消失，只听唰的一声，冲进内线的基德轻松上篮得手。就因为你把拜拉姆拉到3分线，湖人内线瞬间空无一人，基德的上篮简直不要太轻松。场边的卡莱尔看的是双眼放光，这就是2个高智商球员之间的配合，简直赏心悦目。卡莱尔更是认定你就是他要找的天才，不仅是卡莱尔，就连基德都对你刮目相看。他没想到你竟然能和他打出如此精彩的配合，基德甚至已经开始心痒痒，想着以后一定要跟你合作一把。此时在球场上，拜拉姆直接对着科比摊手，一脸懵逼：“你让我跟出来，然后呢？”科比当场无语。下一秒，轮到湖人队进攻，科比在3分线外急停跳投，突施冷箭，刷球进。科比用一记3分强行找回了面子。然而，刚刚和你硬拼卡位的拜拉姆已经感觉双腿越来越沉重，可他竟然还迷之自信，觉得是自己刚刚发挥太炸裂，才消耗了体力。紧接着，小牛队再次进攻，你这次连内线都不去，直接就在3分弧顶停下。基德心领神会，直接将球传到你手中。杨毅疯狂摇头，瞬间炸锅。路虎来组织，我怎么感觉这么违和？因为这实在是太出人意料，他觉得这根本不可能。站在弧顶发牌，那可是传统控卫的活，要求的是传球意识和视野。然而他忘了，场上不仅有你，还有一个历史级的控卫基德。在基德的跑位带动下，你仿佛被顶级大神手把手教学。就在这时，你一个眼神逼真的不看人传球，直接骗过湖人队所有球员。所有人都以为你要传给再次内切的基德，连加索尔都冲进内线准备协防。可谁能想到，你眼睛明明死死盯着基德，手中的球却猛然飞向另一侧，右侧3分线外的诺维斯基稳稳接到你的传球，随即直接飙射3分，刷，再次命中。这传球简直太骚了，我服了。转播室里，杨毅自嘲一笑，连连摆手，他感觉自己在解说几场你的比赛，饭碗都要不保。球场上，科比也忍不住多看了你几眼，这个龙国菜鸟太颠覆认知。他下意识想起姚明，却又猛然摇头，你身上完全没有姚明，甚至任何一个龙国球员的影子。王治郅、巴特尔、姚明、易建联、孙悦、科比对他们了如指掌，可你的出现
彻底超出他的想象。紧接着，湖人队进攻，费舍尔依旧把球给科比，科比却又将球传给内线的拜拉姆，拜拉姆再次接到球，面对你，他心里莫名一哆嗦，我慌什么？他感觉自己的情绪开始不受控制。下一秒，拜拉姆对着你就是猛的一撞，他的技术本就粗糙，全靠身体硬吃。可就在他准备抢起时，你敏锐感觉到他的动作变慢了。就是现在，你毫不迟疑，直接一个侧身绕前，趁他收球的瞬间，一把将球从他手中生生掏走，抢断。斯坦普斯中心的球迷再次发出一声绝望的惊呼，而你反应极快，捞起篮球。马里昂和卡特早已心领神会，疯狂冲向前场。下一秒，你又是一记精准的4分卫长传，篮球精准的交到马里昂手中，可马里昂接到球，竟然没有自己上篮，而是将球往篮板上一抛，砰！卡特从天而降，接到反弹球，直接一记炸裂暴扣。今日5加球又预定一个，传得漂亮！卡特和马里昂激动击掌，你却当场无语。我的助攻呢？你们这是在用生命阻止我刷数据吗？49比45，半场结束，小牛队再次反超比分。你上场之后，效果立竿见影，半场打出10分10篮板4助攻4盖帽2抢断的恐怖数据，这简直是奔着4双去的。卡莱尔更是激动地抓住你的肩膀，路虎，继续这样打下去，这赛季我们将大有所为。面对卡莱尔毫不掩饰的激动，你却只是淡淡一笑。他幻想着卫冕，甚至3连冠建立王朝，可你清楚，这事没那么简单。你虽然在场上打球很莽，但不代表你是个莽夫。想在小牛队真正成为战术核心，你就必须得过诺维斯基这关，不，更准确的说，是过老板库班这一关。而这一关极难。原来姚明向你透露一个重磅消息，湖人对你有意。这个消息让你彻底没想到，看来自己还挺吃香。更重要的是，提前知道这个，如果湖人队真有行动，你就不至于那么被动。可一旁的易建联听到这话，心情瞬间复杂起来。陆哥，你不会真的要被交易到湖人队吧？有你罩着，他在小牛队才刚走上正轨，可你要是被交易，他岂不是又要回去看饮水机？你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气坚定：阿联，我们不可能一直在一个队，记住，一切对手都是纸老虎，干就完事了。对于去湖人，你其实没什么意见，至少湖人没有库班那种爱插手球队的老板。但说到底，你没有任何决定权。小牛队想把你交易到哪，根本不是你能控制的。现在的你，距离影响球队的超巨还差得太远。竞赛5场，你瞬间闲下来。上一场打湖人，你砍下22分、25篮板、7助攻、3盖帽、2抢断，再次轰出20+20。你在这届新秀里简直是鹤立鸡群。可偏偏你球场斗殴被禁赛5场，又让不少球队的印象分大降。毕竟没哪个队喜欢刺头。不过上场比赛的数据兑换又给你带来11个属性点，你毫不犹豫直接加点，身体对抗加满。而这时你才猛然发现，就为轻轻一掌，禁赛5场，血亏啊！这得亏掉几10个属性点，你感觉自己亏了1个亿。看来伊维奇说的对，打架真没意思。与此同时，洛杉矶那边，拜拉姆因为上场脱力正在休息，而湖人队则客场挑战热火，23对阵24，科比大战詹姆斯。这场重头戏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可结果前3节湖人就被热火完全压制。3节打完，落后整整21分。第4节，科比再次杀入zone，疯狂爆发，他硬生生追回10分，才没让场面太难看。但想赢球根本毫无希望。看着电视转播，拜拉姆连连摇头，内心戏十足。一定是因为我不在，球队才溃败，我才是球队的真核。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，自己早已成为交易桌上的筹码。转眼间，1月21日，菲尼克斯。通勤路上，无数上班族拿起当天的体育报纸。昨晚，太阳客场输给凯尔特人，开局战绩5胜10负，惨不忍睹。史蒂夫都38岁了，看来他真的没希望拿总冠军了。太阳队的铁杆球迷比利奈特满心感慨，他翻开报纸，想看看媒体对太阳队的前景又有什么新看法。等等，太阳队换球衣了？不对，这是湖人队的球衣。那时怎么穿上了湖人队的球衣？我操！而这一幕同时在达拉斯和洛杉矶上演。一则惊天消息引爆整个联盟，湖人、小牛、太阳达成3方大交易。湖人队送出拜拉姆、阿泰斯特，从太阳队换来那时，更从小牛队得到你和海伍德，而小牛队则送出了你、奥多姆、易建联和海伍德，换来了被你打爆的拜拉姆。太阳队则送出那时，换来奥多姆和易建联。一时间，3支球队的球迷全都炸了锅。球队疯了吗？巅峰小鲨鱼换一个落选秀，路虎这么强的新秀也交易，拜拉姆有什么好？交易基石那时换来一个寂寞。然而，随着官方解释出炉，风向突变，太阳球迷率先接受。那时已经38岁，他想去争冠，球迷选择祝福。湖人球迷也很快理解，毕竟那时来了，空位顽疾终于解决。更何况你可是正面碾压过拜拉姆的男人。唯独小牛队的球迷彻底炸裂，他们亲眼看着你成长起来。这笔交易无异于当年放走那时。一时间，声讨库班的声音响彻云霄。不仅仅是球迷，小牛队内部同样炸了锅。教练卡莱尔和小尼尔森愤怒地冲进库班的办公室。这次交易，他俩竟被完全架空。库班直接绕过所有人，一手操盘。就这样，你和易建联最后一次来到小牛队更衣室收拾东西。没想到卡莱尔教练直接叫住你，神情无比低落。路虎，我设计了很多以你为核心的战术，可惜都没有机会去尝试了。此刻你们不再是师徒，而是对手。他没有了教练的威严，反而流露出无尽的真情。在你被交易后，他知道小牛队的卫冕已经彻底没希望。在他眼里，换来的拜拉姆甚至连上赛季的钱德勒都比不上，更别提和你相比。你看着失落的教练，只是淡淡一笑。教练，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。紧接着，你又补上一句，你也未必一直待在小牛队。你心里清楚，小牛队你绝不会再回来。从下赛季开始，你将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实力。至于卡莱尔，你也记得，他最终会因为和东契奇的矛盾离开这里。你这一搅和，直接让卡莱尔和库班的矛盾彻底激化，他离开小牛队的时间恐怕会大大提前。
险。也是我这香。卡莱尔突然笑起来，重重拍了拍你的肩膀，没再多说，走吧，阿联。你看到易建联最后看了一眼更衣室，似乎有些留恋，便直接出声提醒。你很清楚，龙国球员天生自带忠诚基因，如果可以，没人想频繁更换球队。当年的姚明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本有机会和巅峰科比联手，在湖人建立王朝，可谁能想到，如今与科比合作的人竟然变成你。嘿，路虎！就在这时，基德走过来主动喊你，以后常联系。你笑着点点头，你心里门清，基德退役后必当主教练，现在搞好关系绝对不亏。何况还是他主动示好。走出球馆，你的经纪人伊维奇早已打点好一切，在门外等候。而另一边，来接易建联的一支队却已接近解散，物是人非。阿联在太阳队好好打，你上前叮嘱易建联，太阳队是摆烂球队，尽管刷数据，记住莽就完事了。陆哥，我明白。易建联重重点头，俨然已成你的小弟。转眼间，1月25日，湖人主场迎战魔术队，你的5场竞赛终于结束，这场比赛就是你在湖人队的首秀。此刻，在斯坦普斯中心的更衣室里，你正和科比有说有笑。科比在征求内时意见后，直接把原属于拜拉姆的靠边位置给你，攒劲。你看着宽敞的位置，心情愉悦，这才像话。你继续选择55号，就是要用这个冷门号码衬托你的独一无二。下一秒，你看着科比，淡淡开口：“科比，你们这没使唤新秀提鞋的陋习吧？”话音一落，科比直接被逗乐，而整个更衣室的湖人球员则是一脸无语。我操，你都跟老大全程谈笑风生了，谁敢使唤你？更何况你可是轻轻一巴掌就把拜拉姆干进医院的狠人。此时和你一起被交易来的海伍德已经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放眼望去全是敌军，他当即决定必须抱紧你的大腿。与此同时，小牛队主场老板库班刚一露面就被记者团团围住。马克，交易路虎你会后悔吗？听说卡莱尔和唐尼都反对这次交易，当年放走内时的情况会在路虎身上重演吗？面对尖锐提问，库班却一脸不屑。小牛队不欢迎喜欢斗殴的球员，我们更喜欢德克那样的绅士。至于内时，当年确实看走眼，但这次不会，路虎没有内时的实力。库班话语中充满轻蔑，他就不信随便一个人都能成为常规赛 MVP。然而话音刚落，全美直播的电视画面上，解说员的声音响起：观众朋友们，即将开始的是湖人队和魔术队的比赛。没错，这场比赛的转播做了调整，本来是要转播小牛队对阵森林狼队的比赛，因为你全龙国的转播计划直接调整，原定的小牛队比赛被撤下，所有镜头全部对准你的湖人首秀。转播室内，解说员科帆开场就点名重点，紧接着杨毅的声音响起：好了，双方首发登场，路虎出现在了首发名单，但这场比赛对他是个巨大挑战，因为对位的是联盟第一中锋魔兽霍华德。此话一出，弹幕瞬间爆炸，哈哈，杨指导的反向毒奶又来了。他一开口，我就知道霍华德要被你暴打。此时球场上，你感觉换了个主场，其他好像并没任何不同。魔术队首发霍华德、安德森、理查德森、科沃尔、尼尔森；湖人队首发科比、加索尔、巴恩斯、纳什。路虎刚来球队的你和纳什直接空降首发。下一秒，你和霍华德走到中圈，准备跳球。眼前的霍华德还是一只快乐兽，可他不知道，因为你的出现，他下赛季加盟湖人组成豪华 S4 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。要跳球了，霍华德弹跳惊人，几乎没输过。杨毅的解说声再次响起，裁判随即将球抛向空中。就在这时，你和霍华德几乎同时弹起。嘿，霍华德咧嘴一笑，仗着身高和弹跳优势，率先拨到篮球。你输掉跳球，你却毫不在意，心想这才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可看台上已经有湖人球迷发出嘘声：哦 no， 跳球都赢不了，他根本不如安德鲁。话音未落，魔术队已经发起进攻，赢得跳球的霍华德兴奋异常，直接冲进内线。他倚住你，伸手就要球，摆明要点名军训你这个新秀菜鸟。尼尔森心领神会，立刻传球。霍华德面对你，开场就放大招，魔兽要给你一个下马威。你看着他自信接球的样子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你心里清楚，要是防守姚明，你只能拼50%的运气。但是霍华德，他那粗糙到极致的内线技术，只要不让他直接扣篮，他自己都未必能把球放进。扔铁饼可不是浪得虚名。转播室里，杨毅自信满满的分析：身高、吨位霍华德都占优，我猜他会直接撞飞路虎，然后扣篮。他完全忘记你曾把吨位更重的拜拉姆防到没脾气。不过他猜对了一半，霍华德果然猛地朝你撞来，拔起就要暴扣。这一招和当初的拜拉姆一模一样，而结果也同样一模一样。你瞬间无视吨位差，满值的力量发挥到极致。霍华德本就下肢不稳，被你这么一顶，砰的一声，你把他顶了一个踉跄，扣篮直接变成空中扔铁饼，啪！就在他仓促出手的一瞬间，你单手擎天，直接把球从空中抓了下来，单手抓帽嘶，全场瞬间死寂。斯坦普斯中心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，下一秒，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炸裂开来。路，湖人球迷疯了，他们疯狂高喊你的名字，征服湖人球迷。你只用了一个回合，但这还没完，科比和内什下意识向你要球，你却看都不看，直接单手抓球，猛地甩向前场，4分卫长传。这波操作直接看懵了所有人，篮球像一颗精确制导的炮弹，直奔快下的马特巴恩斯，砰！巴恩斯接球就是一记暴扣，你的长传甚至自带50%攻篮命中率 buff， 盖帽加1，助攻加1。这波操作直接让龙国直播间沸腾，精彩！杨毅不说话了，打脸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球场上，科比和内什面面相觑，科比扭头对内什说：“史蒂夫，这球传的有你的风采了吧？”内什重重点头，不相上下。就在这时，你走到他们身边，
嘿，科比、史蒂夫，看到我拿球就直接往前场冲，你竟然反过来教两位大佬打球。科比和内什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这个新秀是真的火，但他们心里却燃起希望，这赛季的总冠军好像真的有戏。下一回合，魔术队进攻，霍华德的脸色已经变了，脸上的嘻哈笑容荡然无存。刚刚的抓闹让他颜面扫地，他急于找回面子，再次向尼尔森要球。尼尔森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球传了过去。老大要球，不敢不给。霍华德再次在内线接到球，又是1v1。这一次他放弃应对，连续被身后突然转身切入底线。巅峰期的霍华德灵活性惊人，你瞬间被抹过半个身位，可你速度同样不慢，死死咬住，没被完全甩开。哐！霍华德突到篮下，一个极其生硬的反身上篮，打铁！你再次秀出单手抓板，看都不看，又是一记空中4分卫长传。刚刚尝到甜头的巴恩斯这次启动更快，你的传球再次精准到位，砰！又是一记轻松暴扣，魔术队根本来不及回防。巴恩斯感觉自己要得分20加了。科比和内什再次对视，好像真没我俩什么事了。录！斯坦普斯中心，所有主场球迷整齐划一的高喊你的名字，激情四射，太骚了！斯坦普斯的新宠就此诞生。场边，大范甘迪眉头紧锁，要不要叫个暂停，让霍华德冷静一下，别再头铁了。可开场才4比0，他决定再等等。于是魔术队再次进攻，霍华德第3次在内线要球，这一次尼尔森是真的犹豫了，我的魔兽老大。然而尼尔森一咬牙，心想事不过3，他竟然又一次把球调给了霍华德。霍华德接到球，脸上的压力陡增，表情瞬间变得无比严肃。这一次他强顶你2次，转身就是一记小勾手。可下一秒，哐，又是一声清脆的打铁，你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这霍华德也太够意思了，这是来帮我刷数据的吗？你轻松起跳，再次将篮板稳稳收入怀中。但这一次霍华德学聪明了，他没去抢板，而是死死贴住你，不让你长传。可你根本不头铁，直接把球交给身边的内什。谁知内什接过球，竟然也秀了一手4分卫长传。砰！巴恩斯连续第3次空接暴扣，他感觉自己的第二春都要来了。6比0，魔术队彻底被打懵。大范甘迪终于坐不住，猛地叫了暂停，他必须让头铁的霍华德冷静下来。另一边，魔术替补席上，霍华德却心不在焉，他早就想走人，心思根本不在比赛上。大范甘迪看着他，只能无奈摇头。最后他只叮嘱一句：德怀特，保护好篮板。谁知霍华德心里却嗤笑一声：我什么时候没保护好篮板？连续5个赛季场均篮板13加，这赛季更是高达15.9。我魔兽怕过谁？暂停回来，比赛继续。这一次尼尔森没再传球，而是直接强突那时一步就过。眼看他就要上篮，你立刻放弃霍华德，猛地协防过去。但就在这时，尼尔森手腕一抖，球传给了被放空的霍华德。砰！霍华德接球暴扣，终于吃饼成功。扣篮后的他显得异常兴奋，狠狠捶着胸口。他不仅不收敛，还直接走到你面前，疯狂秀起了他的肱二头肌。你看着他幼稚的举动，只是淡淡开口：下回合来单挑啊！霍华德的表情瞬间一僵。就在这时，内什走了过来，拍了拍你的肩膀：路虎，我的，这球是你替他补防才漏掉了霍华德，你却毫不在意的一笑：小事，一会让我吃个饼就行，哈哈，没问题。内什接过底线球，笑得更开心了。湖人队进攻，终于湖人开始打阵地战。内什运球过半场，习惯性想把球给科比，谁知科比直接摆手拒绝。内什瞬间秒懂，他猛地朝你招了招手，挡拆。你瞬间心领神会，你可不像霍华德那个憨憨排斥挡拆，你的身体天赋就是最好的武器。内什借着你的掩护，瞬间甩开防守，紧接着你心领神会，猛地顺下。下一秒，内什的传球就如手术刀般精准送到你罚球线内一步，直接起飞，抓球砸框，砰！太爽了！你第一次体验到大师级传球的快乐。可你突然发现一个重点，为什么在小牛队时，基德从没给你传过这种球？还没等你多想，魔术队已经攻了过来。尼尔森突分外线的科沃尔接球就扔，但他刚出手，你的脑中就响起提示音，进不了。可霍华德不知道，他死死卡住你，摆开架势，这次绝不让你再抢到篮板。他的预判也很强，但就在篮球即将砸框的瞬间，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。只见你猛地发力一顶，然后迅速跑向右侧，法克，霍华德被你顶了一个踉跄，紧接着他眼睁睁看着篮球精准的弹向你的方向，你直接守株待兔，单手轻松抓住篮球，篮板+1。下一秒，你的长传再次划破天际，巴恩斯又是最快的那一个，砰！随着他再次暴扣得手，他一人已经独得8分，全场最高。刚打完第1节比赛，解说科凡直接猛背，你首节就彻底杀疯了，6分9篮板1盖帽4助攻。然而对面的魔兽霍华德呢？他虽然拿下8分，却全都是靠你补防后漏的饼。不仅如此，他单挑你更是4投0中，更夸张的是，他的篮板数竟然只有2个，你一个人就彻底碾压了联盟第1中锋。可就在这时，解说杨毅却语出惊人，他竟然说你们湖人队打得一团糟，还说科比首节0出手，绝对是巨大隐患，甚至担心你会像在小牛队一样，因为抢了老大位置而被再次交易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为你捏了一把汗。然而，湖人队的替补席上，气氛却融洽的不可思议。科比不仅没有丝毫在意，反而对你赞不绝口，因为他现在只想要总冠军和 FMVP。为了这个目标，他甘愿学着当年奥尼尔的样子，常规赛把球权交给你。而另一边的加索尔也因为你的打法不占空间而心情大好。与此同时，魔术队的替补席却炸了，主教练大范甘迪正对着霍华德疯狂咆哮：我在强调
调一遍，去给我保护篮板。谁知霍华德竟然当场情绪失控，直接回队。难道没有我你们就不会打球了吗？除了我，你们都是渣渣。话音刚落，整个魔术队替补席瞬间凝固。霍华德竟然心态爆炸，直接开了个地图炮。下一秒，第2节比赛开始。你看着魔术队球员一个个黑着脸走上场，差点笑出声。紧接着，而你和霍华德都下场休息。你感受着自己提升到95点的体力，心想打满全场都没问题。可就在这时，替换你上场的海伍德却悄悄向你走来。原来就在刚刚节间休息时，他已经决定向你彻底投诚。你只是点点头，这事就算准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刚投诚你就让他上场。海伍德当场懵逼，你的影响力竟然恐怖如斯。转眼间，第2节打了5分钟，双方主力重回球场。然而，走上场的霍华德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，他看向你的眼神充满了愤怒。这只快乐兽已经彻底不快乐，你却感到一阵无语，直接瞪了回去。谁知这一眼竟让旁边的科比当场呛到，他猛然想起自己不久前才对你用过死亡凝视，这就尴尬了。下一秒，湖人队进攻，内史稳稳控球过半场，直接把球交给了科比。科比面对防守，强突一步后干拔出手。可就在这时，篮下的霍华德已经跟你陷入肉搏，他直接对你放出狠话：小子，这球你要是能抢到，我把球吃了。你却感到一阵无语，又是这种只会放狠话的憨憨。话音刚落，只听哐的一声，科比竟然打铁。霍华德瞬间注意力高度集中，他强硬顶开你就要起跳，偏偏就在这时，你的篮板预判神技没有触发，你只能跟他硬拼。你瞬间将力量和卡位发挥到极致。霍华德虽然先跳，却根本发不上力。可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篮球的瞬间，你后发先至，你没有去站，而是用指尖轻轻一拨，篮球竟然再次向上飞去。霍华德直接抓了个寂寞，他气得当场怒吼，落地后想再跳，结果你已经死死卡住位置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你收下篮板。紧接着，你冲他淡淡一笑，霍华德瞬间火冒三丈，你顺势一个假动作，他果然上当，直接飞身封盖。然而等他落下时，你才轻松起跳，稳稳将球放进篮筐，刷球进。你只是一个轻松的放篮，但在霍华德的脑回路里，这却是对你赤裸裸的挑衅。然而科比看到你2次进攻得手，却忍不住为你鼓掌，这不就妥了？下一秒，你跑过去和科比击掌，嘿嘿一笑。紧接着，你语出惊人：科比，就这样投，疯狂打铁吧，篮板有我。此话一出，科比表情瞬间凝固，变得极为精彩。这小子竟然敢调侃我铁，可他根本不知道，你早就盘算好了一切。湖人队史单场42个篮板的记录，还等着你去破。只要科比再铁一点，100点属性点就将到手。就在这时，比赛继续，魔术队进攻，球果然还是交到霍华德手中。可霍华德接球后下意识看了一眼，结果发现竟然没人来包夹，你单防就让他死去活来，他配吗？全场球员默契拉开，又是你和他的1v1，砰砰！霍华德连续2次被撞，突然一个转身溜底线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你早有准备，眼见他要反身被扣，你却瞅准时机，猛然发力，哐！霍华德下肢力量不足的弱点瞬间暴露，在你的力量下，他身体失控，竟然直接扣飞，撸，整个球馆瞬间为你沸腾，联盟第1中锋竟然被你彻底打爆。紧接着，你再次轻松收下篮板，霍华德完败。可这一次你没有长传，而是朝着观众席挥了挥手，这一幕让已经冲到前场的巴恩斯直接跑了个寂寞，也让科比和内士对视一眼，感觉自己真的老了。随后湖人进攻，科比轻松得分，魔术队也终于投进一个3分。然而霍华德听到篮球入网的声音，心里竟然猛地松了一口气，在你的面前，他竟然开始退缩了。你根本不知道，此刻霍华德的内心已经上演大戏，你只是抓住一切机会，不断消耗他的体能，因为你很清楚3路克星现在是神技，但未来却未必好用。你已经预见到了小球时代的到来，到那时中锋都去投3分。不过眼下你决定一步步来。就在这时，那是一个突分给到加索尔，中投命中，这就是顶级控卫的实力。可你心里却更清楚，再过2-3个赛季，传统控卫就会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将是疯狂出手权的攻击型控卫。果不其然，第2节比赛，湖人队完全掌控局势，霍华德心态一崩，在你面前再也讨不到半点好处，你甚至连砍获大法都没用。半场结束，比分定格在62-43，比赛直接奔着垃圾时间去，而你的数据更是炸裂，半场12分15个篮板。反观霍华德，仅仅10分3个篮板，跟你一比，他简直当场社死。下半场比赛彻底沦为垃圾时间，你仅仅出场5分钟就被换下，数据停在12分18篮板。比赛结束112-90，湖人轻松取胜。可你万万没想到，霍华德竟然趁你下场疯狂刷数据，最终全场刷到24分11篮板。不知情的球迷还以为他和你旗鼓相当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记者将话筒对准了他。德怀特，你认为路虎是怎样的一名球员？你刚打爆霍华德，他竟然转头就想开溜，结果记者直接把他拦下，而第一个问题就让他当场破防，击砸了全场的怒火。此刻终于找到宣泄口，他对着镜头咆哮：路虎，一个靠脏动作防守的小人，我的身高吨位都碾压他，可我就是跳不起来。他越说越激动，这说明他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用了脏动作。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，联盟必须处罚他，还我们一个干净的联盟。这番话简直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在告状。本以为这只是赛后嘴炮，掀不起什么风浪，可你万万没想到，小牛队老板库班的神助攻竟然直接把你推上风口浪尖。就在此时，你的老东家小牛队迎来了交易后的首场比赛。
结果90比105，小牛队在主场被森林狼血虐15分，新任狼王乐福狂砍31分22篮板，直接打爆小牛内线，而顶替你的拜拉姆仅仅拿下9分4篮板。更骚的是，比赛关键时刻，他竟然无视诺维斯基要球，自己在3分线外来了一记3分飙射，全场球迷当场看傻，这哪是打球，这是卧底吧？这一刻，诺维斯基才终于明白你有多像。卡莱尔忍无可忍，直接将他摁在板凳上，这也导致小牛队第4节直接崩盘。这下媒体彻底炸锅，记者直接堵住库班，质问他为什么要交易你。库班不可能承认自己错了，于是他面对镜头，表情严肃的开始泼脏水，是职业道德问题。我本不想揭露这些，但他第一天就想跟海伍德动手，还跟特里发生冲突，他根本不配成为一名联盟球员，他直接将所有问题全都推到你的身上。可库班不仅不认，反而还在为那个水货辩解。他对着镜头大放厥词，为什么路虎能有惊人表现，安德鲁投个3分就不行？他忘了拜拉姆出手时，他自己才是最抓狂的那个。这下所有人都明白，库班这是要往死里整你。紧接着，库班的脏水加上霍华德的抱怨，一时之间，关于你职业道德的指责铺天盖地，就连联盟官方都迫于压力宣布要对你进行调查。就在这时，湖人队更衣室里，科比直接发火，他不是为你，而是为他自己。他想起了联盟阻止保罗联手的事，现在这笔被评为 S 加的交易又遭到联盟针对，这摆明就是不让湖人夺冠。可你却异常淡定，重生一次，这点小场面算什么？你很清楚，联盟不可能放弃龙国市场，最多1个赛季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超巨，让库班闭嘴。然而，一个你万万没想到的消息传来，联盟总裁斯特恩亲自来到洛杉矶，并且点名邀请你共进晚餐，这待遇可不是谁都有。晚餐时，60岁的斯特恩看着你，眼神意味深长，他并不关心真相，他只看重价值。他看着你，淡淡开口：路虎只会抢板的蓝领，成不了超巨。你只是淡淡一笑，总裁，你对我的能力一无所知。斯特恩笑了，但话锋一转，你的年龄不小了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。他敲了敲桌子，眼神瞬间变得锐利。这次调查只是走个过场，但如果你迟迟无法展示出自己的价值，那有些事可就会变成真的了。斯特恩走后，你看着一桌子美食，毫不客气，但你心里清楚，必须再次加速进化。只要下一场比赛你抢下43个篮板，打破张伯伦的队史纪录，就能直接从系统获得100点属性点。谁怕谁？这波必须硬刚。1天后，联盟的调查结果公布，结果含糊其辞，只是对你提出警告。这下舆论瞬间爆炸，所有人都认定联盟为了龙国市场，脸都不要了。你看着新闻，矛头全部指向自己，怒火中烧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等着吧，你的眼里已经带上了杀气。1月28日，湖人主场迎战步行者，这支东部第3的强队来势汹汹，不仅有格兰杰和乔治，还有大卫维斯特和希伯特。要是交易前，湖人还真不一定能赢，但是现在你带着杀气登场，他们必死无疑。当你踏上球场，全场球迷爆发出震天欢呼，湖人球迷用行动告诉你，他们挺你，这让你心里舒服不少。比赛开始，你和对面的黑姚明希伯特准备跳球，这家伙2.18米，足足比你高出1个头。他看着你，眼神里满是轻视。然而，裁判刚把球抛向空中，你双脚瞬间离地，希伯特还没反应过来，你已经从他头顶将球拨走，全场震惊。这弹跳，这速度，直接抹平了身高差距。下一秒，那是心领神会，他看到你直冲篮下，立刻送出妙传，你接球起跳，砰，一记暴扣，拿下一血。而此时，希伯特才刚跑到3分线，场边的步行者主教练沃格尔当场暴怒，他冲着场上大吼，让球员打起精神。可他不知道，带着愤怒打球的你究竟有多恐怖。步行者队进攻，然而丹尼格兰杰的首次出手，竟被你赌博式的一巴掌直接扇飞到前场，不等任何人反应，你瞬间启动捞起篮球，直杀对面内线，砰，又是一记残暴的扣篮。这下不管是步行者还是湖人队员，全都傻眼，这家伙是要1打9吗？开局4比0，所有人都意识到今晚的你要大爆发。紧接着，步行者队再次进攻，格兰杰在巴恩斯的死命防守下翻身跳投，哐，又是一记打铁。下一秒，你死死卡住内线的希伯特，让他动弹不得，轻松收下篮板。与此同时，队友巴恩斯已经像离弦之箭冲了出去，你毫不迟疑，一记4分卫长传精准送达，砰，巴恩斯接球暴扣，6比0，而你再添一个助攻。此时比赛才刚刚过去1分钟，你已经拿下4分1篮板1盖帽1助攻，步行者彻底被打懵，他们被迫放慢节奏，把球交给老将大卫维斯特，可他在加索尔的长臂干扰下，后仰跳投再次打铁，哐，篮下的希伯特仿佛一根木桩，你高高跃起，再次将篮板收入囊中。紧接着，你又是一记长传找到快下的巴恩斯，但这一次意外发生，防守意识顶级的保罗乔治竟从身后追上，送给巴恩斯一记钉板大帽，技惊四座，这绝对是今日5加球。然而，正当保罗乔治准备庆祝时，一个黑影瞬间笼罩了他，是你以更快的速度跟进，直接起飞，在半空中硬生生抢下篮球，然后狠狠砸进篮筐，砰，避之不及的保罗乔治竟被你当场齐扣后，落地后你仰天长啸，宣泄着所有怒火，用这种表演告诉全世界，你根本不屑用小动作。8比0，6分3篮板1盖帽1助攻。比赛才第2分钟，你死死盯着转播镜头，缓缓做出了一个割喉的动作，全场瞬间沸腾，霸气侧漏。但你也知道，联盟的罚单下一秒就到，你那个割喉动作直接让龙国转播掐断信号。然而，万能的网友早已做成动图，
瞬间传遍全网。可下一秒，所有动图竟被强制下架。不仅如此，你更是被官方直接拉入黑名单。但你根本不在乎，你的字典里只有一个字：莽。于是比赛继续，步行者队的控卫科里森此刻拿着球手都在抖，格兰杰打铁，维斯特打铁，内线还有你这尊大神。他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老麦奈什，又看了一眼防守乔治的科比，最终他把目标锁定在内什身上。他仗着速度一步过掉内什，直冲篮下。可就在他犹豫是传是投的瞬间，他犯了致命错误，他选择自己攻。然而他面对的是已经杀红眼的你。只见你冲天而起，直接一双大手把他的上篮从空中生生抓了下来。没错，是抓帽。克里森当场石化，眼睁睁看着自己沦为你今日5加球的背景板。这下轮到湖人进攻，球很快交到科比手中。对位的保罗乔治瞬间兴奋起来，眼里全是战意。他想靠防住科比一战成名。然而科比只是微微一笑，他先是向内突一步，接着猛然转为背身，一套行云流水的晃肩假动作，直接把乔治耍得像个提线木偶。等到科比翻身后仰跳投时，乔治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重心。刷，科比这球美如画，球进。可你却急了，因为你猛然想起，你这场比赛的目标是抢下43个篮板。要是科比这么准，你还抢个屁！更要命的是，湖人队已经打出一波10比0，再这么打下去就是垃圾时间。你只能暗暗祈祷步行者队给点力，千万别崩盘。紧接着，步行者队进攻，球到了保罗乔治手里，可他面对的是科比，连续几次尝试突破，全都被死死卡住。无奈之下，乔治只能学着科比的样子强行背身单打，结果动作僵硬无比，哐一声清脆的打铁。下一秒，你懒得卡位，直接从发愣的希伯特头上轻松摘下篮板。但这一次你没有快攻，而是稳稳将球交给奈什。可就在湖人队刚摆好阵型时，对面的保罗乔治竟然开始对科比狂喷垃圾话。科比直接被逗乐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，他淡淡一笑，直接向内什要球，如你所愿。科比持球，面对乔治的死亡缠绕，他一个试探步后直接干拔，哐又是一声打铁。保罗乔治心里一喜，可你比他更喜，篮板是你的。可你接下来的操作却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，你一把将篮板收入怀中，解说都激动的大喊：路虎再次轻松抢下篮板，希伯特真的成了木桩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你会直接暴扣时，你手腕一抖，竟然把球传给了外线的科比。科比自己都懵一下，但他没有犹豫，面对保罗乔治再次出手，结果哐又是一声打铁。保罗乔治防得太好，但下一秒篮板竟然还是你的，这回总该自己来了吧？解说都快疯，可你偏不，你反手又是一个传球，篮球精准的回到科比手中。科比彻底愣住，什么情况？希伯特都放弃防守，你都不扣一个，但科比就是科比，哪怕打铁100次，他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再来，哐，第3次打铁，而你毫不费力的再抓一板。科比，好兄弟，就这一个进攻回合，你硬生生抓下4个篮板，个人数据瞬间飙升到7个，直到科比第4次出手，篮球才终于应声入网。刷，12比0。场边的步行者教练沃格尔脸都绿，再也看不下去，猛地叫出暂停。科比一下场就笑着推你，你虎吗？这么想看我打铁吗？你却一把拦过他的肩膀，嘿嘿一笑。科比，继续保持啊！卧槽！全场湖人球迷都看呆，你小子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？什么时候跟科比关系这么铁？与此同时，步行者替补席上，教练沃格尔已经气到爆炸，指着希伯特怒吼：强攻内线，给我造犯规！罗伊，清醒一点，别像木桩一样傻站着。希伯特满头大汗，感觉自己几个赛季建立的自信，开场几分钟就被你打得粉碎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大卫维斯特终于为步行者命中一球，打破得分荒。可轮到湖人进攻时，科比却突然把球直接掉给你，你接到球瞬间无语，卧槽，这是在报复我啊！你明知道自己压根没有自主进攻能力，但没办法，莽就完事了。你甚至懒得多做动作，直接抓着球顶着希伯特就往篮筐里砸，哐，球没进。希伯特的身高还是起到干扰，然而希伯特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看见你闪电般2次起跳，抢打补扣，砰！希伯特再次成为你的背景板，又被你隔扣。场边的沃格尔痛苦的捂住脸，他感觉希伯特再这么被你虐下去，职业生涯都可能要废掉。紧接着，步行者进攻，沉寂许久的格兰杰终于开胡，面对巴恩斯的防守，一记中投稳稳命中，双方的节奏终于正常，但你却一点也不正常。解说都快喊干嗓子，因为你的身影无处不在。杨毅忍不住发问：路虎这是又想打破什么记录吗？科帆迅速翻开小本本，下一秒他报出一个逆天的名字：湖人队史单场最高篮板是张伯伦。路虎这是冲着这个记录去了。首节比赛结束，你的数据已经来到11个篮板，为了抢板，你甚至放弃2次进攻，导致湖人队的优势都在缩小。节间休息时，科比终于忍不住走过来问你：路虎，你想打破张伯伦的记录？你咧嘴一笑，拍着他的肩膀，语重心长：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科比，你任务很重，接下来你一定要将打铁进行到底。科比的脸瞬间就黑，滚肚子，你特么虎到家了。但你压根不在乎，你直接走到教练麦克布朗面前摊牌：教练，第2节我不休息，我要刷篮板，一场常规赛而已，你就是要这么狂？麦克布朗没有立刻回答，反而转向科比和奈什：你们觉得呢？没想到科比和内什同时点头，想刷那就刷嘛，全队都陪你疯。麦克布朗大手一挥，直接拍板：路虎继续出场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步行者队的教练沃格尔竟然也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索性放弃内线，直接派上一个最高只有2.06米的五小阵容，而且这5个人全都能投3分，这是死亡五小的雏形。沃格尔要用投射彻底摧毁你的内线统治。可当第2节比赛开始，所有球迷都惊掉下巴，湖
湖人队这边，你果然还在场上，但你身边的队友竟然是4个铁打的饮水机管理员。麦克布朗玩得更绝，既然你要刷板，那他就让最铁的阵容上场陪你，给你创造无限的篮板机会。这哪是什么一心四射？除了老于费舍尔，你身边的3个队友个个都是2米以上的大高个，这简直是死亡5大。而对面步行者队排出的阵容更是让所有球迷亮瞎眼。两边这是在打教学赛吗？可步行者队主帅沃格尔却一脸认真。下一秒，步行者队进攻，格兰杰接到球，在3分线外张手就投，特洛伊墨菲的防守就像慢动作回防，根本跟不上。刷，3分稳稳命中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你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对着漏人的队友点了个赞，干得漂亮！没错，你就是要他们这样防守，比赛千万别打花，你的篮板大业才能继续。防守漏人的特洛伊墨菲直接猛圈，他举手示意，本以为你会发火，结果你却满脸喜悦地看着他，这特么是在嘲讽我吗？然而你心里想的却是，兄弟，我需要你这样的防守。就在这时，轮到湖人队进攻，费舍尔看首发都不在，逮住机会自己就在3分线外来一发，结果哐一声清脆的打铁，你愉快地收下这个篮板。步行者队这个阵容内线就是一张纸，可你接下来的操作却让费舍尔傻眼，你没有补扣，而是直接将球又传回给他。嘿，再来一个！费舍尔一愣，心想这小子挺上道啊，于是他果断再来一发，哐，又是一块金铁。费舍尔的脸瞬间就黑，太挂不住。更让他抓狂的是，你又笑呵呵地摘下篮板，再一次把球传到他手里。这一刻，费舍尔终于反应过来，我去，我被套路了。他猛然想起你在场下说的话，你要刷篮板。这球瞬间变成烫手山芋，于是费舍尔想也不想，迅速把球甩给旁边的伊班克斯。伊班克斯可是个狠人，好不容易有出手机会，他才不管什么套路。只见他倚着防守人就往里强突，杀到篮下后更是强硬拔起，要直接升扣。嚯，你都被伊班克斯这股劲头唬住，这小伙子是真敢扣啊！可下一秒，哐，一个5加球的机会，竟然直接扣飞。然而就在替补席众人扼腕叹息时，砰，你猛然拔地而起，单手抓球狠狠砸进篮筐，这才是扣篮。你恐怖的身体天赋在这一刻展露无遗，伊班克斯的心脏仿佛被重击一下，这差距也太大了，他直接佛了。而斯坦普斯中心再次响起你的名字，路，就连替补席上的科比都一脸诧异，你才来多久，这就已经征服主场？科比瞬间理解了当年奥尼尔的心情。而球场上比赛的节奏已经被拉到飞起，步行者队的小球战术把湖人队的替补阵容效果拔群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的内线被你一个人彻底统治。更让对方主帅沃格尔震惊的是，你一个中锋防守竟然能从内线拉到3分线，你的横移速度丝毫不比对面的明星前锋保罗乔治慢。一个有顶级内线对抗和篮板能力的人，竟然还有着锋线球员的移动速度。沃格尔倒吸一口凉气，他好像发现了一个打破时代规则的存在。就在这时，官方暂停，第2节才打了一半，你现在的数据已经变成8分20篮板。教练麦克布朗赶紧跑到你身边，就像看到了一根新的金大腿，他一脸关切，还继续打吗？要不要休息一会？当然，我要打满全场。面对破纪录的大好局面，休息根本不可能。麦克布朗看着你坚决的眼神，还能说什么？只能让你注意体能。可他不知道，你高达95的耐力属性，这根本不叫事。此时场上比分35比29，步行者靠着外线3分，竟然追回了5分，而他们的主帅沃格尔更是选择赌一把，继续死亡五小阵容。然而当步行者队走上场时，大卫维斯特已经明显在喘，你心里清楚，这都是你的杰作。紧接着湖人队这边也做出调整，麦克布朗直接换上全部首发，唯独你继续留在场上。湖人队进攻，内时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弱点，直接把球交给加索尔。加索尔面对格兰杰的防守，简直予取予求，轻松勾手打进。可下一秒，步行者立刻还以颜色，格兰杰在3分线外持球，保罗乔治突然上前一个挡拆，你瞬间急了，对着加索尔和巴恩斯大喊换防，这可是未来小球时代的无限换防啊！然而他们还是用了老一套的防守方式，结果就是格兰杰面前出现巨大空位，刷3分命中。场边的沃格尔狠狠挥舞手臂，他的赌博成功了。就连科比都忍不住对内什说：“史蒂夫，这战术熟悉吗？”但内什却摇了摇头，这跟当年的跑轰根本不是一回事。而就在这时，湖人队再次进攻，内什继续将球传给内线的加索尔，刷，加索尔继续欺负格兰杰，轻松上篮得手。然而步行者队再次进攻，格兰杰的3分直接打铁，你轻松收下这个篮板。紧接着加索尔第3次打爆格兰杰，场边的沃格尔眉头紧锁，他知道这套战术根本行不通。果然，下一回合保罗乔治错位3分再次打铁，这下正合你的篮板数据又加1。就在这时，湖人队发动进攻，加索尔刚接球就被包夹，但他迅速出球，经过2次传导，球竟然来到科比手中，刷，科比外线3分命中。沃格尔终于叫了暂停，他彻底放弃了死亡五小。紧接着上半场结束，比分51比46，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你身上，大屏幕打出你的数据：10分，25个篮板，全场瞬间炸裂。球迷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见证历史，你即将打破尘封已久的记录。就连步行者主帅沃格尔看着你的数据也只能无奈摇头，这还怎么打？于是下半场开始，他们乖乖换回了常规阵容，可结果却是他们被湖人队彻底压制。你的综合战力虽不算顶尖，但篮板能力却让湖人队脱胎换骨，就像当年的罗德曼之于乔丹。现在科比身边也有了你这个篮板怪兽。比赛进入第4节，湖人队领先10分，步行者队却毫无翻盘希望，所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你身上。你已经拿下40个篮板，距离打破张伯伦的记录只差3个。全场 DJ 开始疯狂带节奏，防守，就连科比都拿出全部防守功力，他今天就要成人之美，哐当
当一声，保罗·乔治在科比的防守下怒打一铁，机会来了，你迅速收下篮板。第41个，还差2个，全场球迷瞬间起立，准备见证历史。紧接着，湖人队进攻，内什看向科比，科比竟然自嘲一笑：“我来吧，论打铁，我排第2，谁敢排第1？”说罢，他直接接球就投。此时的保罗·乔治心态直接炸裂，防吧，科比打铁，你就能破纪录；不防吧，万一进了呢？这球还怎么打？就在他纠结的瞬间，科比随手一扔，哐，又是一声清脆的打铁。哼，你一声暴喝，完美卡位，无视对方中锋绝望的眼神，稳稳抓下篮板。第42个，追平纪录。下一秒，你再次将球传给科比，科比笑了，这是真爱上我了，那就再来。哐，打铁声再次响起，你猛然拔地而起，在空中死死抓住篮球。第43个，新纪录诞生。对方球员本想犯规，却最终放弃，因为他们知道根本拦不住你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在你脑海响起：叮，恭喜宿主打破队史纪录，获得100点属性点，成了！瞬间，现场 DJ 发出疯狂的嘶吼：路虎！这一刻，你就是全场最靓的仔。对方教练竟然叫了暂停，竟然是为了让你接受全场球迷的欢呼。你直接站到球场中央，挥舞双手，张扬无比。这一幕直接让演播室的奥尼尔都看傻，这真的是龙国球员。紧接着，比赛结束，湖人队以9分优势拿下比赛。然而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。赛后已被记者团团围住，前面的问题还算正常，全在吹捧你的篮板记录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金发女记者站了出来，她眼神不善，问题更是尖锐无比。路虎，你觉得做一个数据刷子好吗？哈哈哈！你要说这个我可就来劲了。你一把抢过话筒，你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抛出一个炸裂的问题：你们觉得赛季场均3双是刷出来的，还是凭实力打出来的？女记者瞬间懵逼，话题跳跃太大，她有点跟不上，但她还是下意识回答：一个赛季场均3双，必然是真正的实力。可下一秒她就反应过来，路虎，你别转移话题，根本不可能有人做到。大欧罗伯特森是传奇，联盟有且仅有一个。女记者感觉自己被你带偏，刷篮板和刷3双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你以为自己能刷出场均3双？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看到他完全上钩，你笑了。你看着全场所有记者，缓缓开口：在我看来，场均3双比不断打破单场篮板记录简单多了。你话音刚落，再次反问：那么你们还认为我是数据刷子吗？此话一出，全场死寂，紧接着就是疯狂的闪光灯，大新闻，这绝对是今天大新闻。而你只是淡淡一笑，直接转身离开。果然，第二天全米媒体直接炸锅，狂妄的新秀菜鸟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他配碰瓷大欧吗？你的狂言瞬间引爆联盟，就连一众名宿都纷纷下场开喷。微笑刺客托马斯说你别做白日梦，大鸟伯德说你很有逼王潜质。然而最重磅的还是篮球之神乔丹的亲自下场，他只说了一句：年轻球员应当有敬畏之心。乔丹的发言瞬间引爆舆论，但诡异的是，炸锅的竟然不是你的球迷，而是艾弗森、科比、卡特和麦迪的粉丝。他们纷纷怒喷乔丹这个老流氓，自己都当老板，还来掺和什么？联盟总裁斯特恩更是无语，这个乔丹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打压联盟新秀，一时间你反而成为联盟的气氛组，搞得整个舆论热闹非凡。然而媒体和球迷还是疯狂集火你，毕竟在这个时代，赛季场均3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，就连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路虎，你这次确实太没谱了。训练场上就连科比都忍不住摇头，你却只是淡淡回了一句：呵呵。在你拿81分之前，如果你说要单场80加，我也会觉得你没谱。一句话直接把科比噎得无言以对，你没有再多解释，你只相信用行动证明一切。晚上就是对战快船队，正好下午训练一结束，你立刻呼出身来。你现在手握113点属性点，终于富裕一把，你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把传球视野干到78，传球智商干到75，再配合满值的传球准确性，刷助攻的基础你已经完全具备。紧接着，你将剩下的10点属性点全部点在身体对抗后面的小加号上。叮，恭喜宿主突破身体对抗属性极限，获得专属天赋伤病豁免青铜，竟然是免疫1周以内的小伤病。虽然只是青铜级，但你已经预感到，当这个天赋升到极致，你将免疫一切伤病，不死之身。可以。你活动了一下身体，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那么就拿今晚的快船队来试手，这赛季的快船可不一般。保罗、格里芬、小乔丹，空接之城已经名震联盟，他们正期待着洛杉矶之王易主。忽然，快船队的大名单里，一个名字赫然出现在你面前，雷吉埃文斯，一个真正的篮板痴汉，身高2.03米，却能在不到25分钟的时间里，场均抢下11个篮板。这下所有人都期待着你和小乔丹还有雷吉埃文斯的篮板大战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你只是淡淡一笑，篮板已经没挑战。你这场比赛的小目标是拿下你职业生涯的第一个3双。赛前热身，科比、保罗和那时3个超巨正聊得火热，你却只能在另一边热身，还哐哐打铁。明明表现已经炸裂，结果你连个招呼都没人打。你看着他们言笑晏晏，瞬间明白，原来球员之间真有无法逾越的壁垒。没错，哪怕你现在数据逆天，但在真正的超巨眼里，你不过是个暴发户式的蓝领，没有总冠军戒指，你根本得不到他们的认可。就像当年的林疯狂，又有几个人真当他是球星？昙花一现的球员，这联盟里实在太多。就在这时，比赛即将开始，双方主教练握手致意。快船主帅德纳格罗绝对是被冤枉的，前世保罗带队战绩不佳，他直接背锅下课，结果换上冠军教头里弗斯，战绩还是一样拉胯。保罗更是被困在西决地板的梗里，直到去了太阳队才解脱。只能说这教练圈的水比想象中还深。紧接着，双方首发球员走上球场，快船队是保罗、比卢普斯、巴特勒、格里芬和小乔丹，而湖人这边则是你、加索尔、巴恩斯、科比和奈什。这阵容简直是星光熠熠，你一眼就盯上了
了中圈对面准备跳球的小乔丹，此长7尺5寸，双手过膝，面若关羽。我去，真不愧是人送外号硫磺叔。小乔丹被你盯得心里发毛，毕竟你最近在联盟的风头实在太盛。下一秒，裁判将球抛向空中，你和小乔丹同时起跳，他弹跳是顶级，可吨位太大。然而你的弹速和时机判断却更胜一筹，你轻松将球拨到内史手中，湖人队的第一波进攻就此展开。内史刚控球到3分线，正准备习惯性的交给科比，可就在这时，你却猛然从内线跑出3分线外，伸手要球。内史微微一愣，竟下意识将球传到你手中，不愧是高球商控卫，你心里暗赞。然而下一秒，拿到球的你根本不停留，在内史顺势内切的瞬间，你手腕一抖，篮球丝滑的送到他手中。小乔丹被你拉到外线，内线空无一人，刷，内史轻松小抛投命中，助攻加1。快船主帅维尼德纳格罗直接看懵，赛前战术里根本没湖人队这一招啊！他下意识看向湖人队的麦克布朗，却发现布朗也是一脸茫然。然而快船队的反击来得飞快，保罗和格里芬上来就是一个挡拆，直接一记炸裂空接，砰！格里芬暴力虐框，这球你根本冒不下来，索性不当背景板，这锅得加索尔来背。紧接着轮到湖人进攻，你这次干脆就站在3分线外不走，小乔丹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跟防出来。内史也心领神会，主动将球交给你处理。保罗这次死死跟住内切的内史，可你78的传球视野却不是盖的，你眼角余光一扫，看到格里芬被牵制，立刻将球塞给空位的加索尔，刷，加索尔中投也进，助攻加1。开场不到1分钟，你连刷2记助攻，这下保罗直接看懵了，他本来想跟内史 PK 助攻，怎么对手变成你了？他立刻对着小乔丹怒吼：“得安德烈，下回合别再跟他出去，就在内线守着。”小乔丹挠挠头，憨憨地问：“那如果他投3分怎么办？”保罗简直无语，你觉得他有3分能力吗？赛前功课白做了，他进联盟至今连1次中投都没有，还投3分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随后快船队进攻，保罗再次借格里芬挡拆，却猛然一个变向杀入内线。就在巴恩斯补防的瞬间，他手腕一抖，球精准分到外线，刷，卡隆巴特勒3分稳稳命中，保罗也拿到2记助攻。这下全场球迷都看嗨了，有意思，开场竟然是你和保罗的助攻对决。我去，这哥们说刷3双，该不会是来真的吧？你正准备再次站上3分线发牌，却猛然发现快船队的防守变了，小乔丹竟然不跟出来，他直接缩回了篮下。这一下你在3分线外就是一个超级大空位。内史一看，毫不犹豫，球立刻传到你手。与此同时，科比和内史的眼里都闪烁着一丝期待，他们都在想，你是不是又藏了一手逆天的3分球？这下可把你整不会了。你接到球的瞬间，竟有些尴尬，这剧本太熟悉了，这不就是你当初放隆多投3分的套路吗？谁知今天竟然轮回到了自己身上。可你从不是会甩锅的人，你想看我投3分？好，那就投给你看。你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拔起甩狙出手。然而就在落地的瞬间，你已经像炮弹一样冲向内线，因为你无比清楚，进球是不可能进的，你只是传给2秒后的自己。哐，一声清脆的打铁声响起，保罗心里刚刚一喜，果然没有远投能力，他这次的防守布置简直天衣无缝。可下一秒，砰，一声爆裂的炸筐声让快船整个内线人仰马翻。原来就在你投篮打铁的瞬间，格里芬和小乔丹竟然为了墙板撞在一起，一个想刷豪华数据，一个想保住饭碗，谁也不让谁。可就在他们争执的刹那，一个黑影从天而降，直接笼罩2人。是你凭借着对篮板的精准预判，在他们2人头顶一把摘下篮板，接着根本不给他们任何反应时间，直接将球狠狠砸进篮筐。巨大的冲击力甚至把格里芬和小乔丹双双撞飞出底线。吼！落地后你一声怒吼，宛如战神降临，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倒在地上的2人，保罗彻底傻眼，刚刚心里那点小窃喜瞬间荡然无存。他终于明白一个道理，不会投3分又怎样，照样在你头上补扣。这记补扣霸气侧漏，却完全没有犯规，裁判毫无表示，反倒是被你撞飞的格里芬和小乔丹更有犯规的嫌疑。巴恩斯冲过来就跟你狠狠撞胸，而一旁的科比和奈什更是为你疯狂鼓掌，整个湖人队的士气瞬间被你点燃。很快，首节比赛结束，比分27-25，湖人仅仅领先快船2分。因为对面的保罗虽然1分未得，却送出整整5次助攻，在他的穿针引线下，快船全队进攻效率高的吓人，卡隆巴特勒和格里芬更是吃饼吃到撑。然而快船队很快就改变防守策略，他们不再让小乔丹跟你到3分线，可你并没有傻站着看队友4打5，而是直接开启了新玩法，你放弃外线，转而疯狂冲击篮板，抢下篮板后，你甚至看都不看，直接就往加索尔怀里送，刷！加索尔第一次感受到有你在身边是多么快乐，因为那个一心只想刷数据的格里芬，每次都为了抢板把加索尔漏个干净。就这样，首节结束，你一个人就拿下4分7篮板5助攻1盖帽的恐怖数据，而曾经的 MVP 那时数据竟然是0分1助攻。他心想，说好的和保罗 PK 呢？怎么风头全被你抢走？不过他很快想通，为了总冠军，此时你很清楚，光抢篮板是没前途的，否则当年公牛的老大就不是乔丹，而是罗德曼。所以你不仅要抢篮板，还要送助攻，得分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就在这时，科比看着你的数据统计，一脸不可思议：“你小子真要刷3双？照这个架势，你半场就能拿下3双啊！”听到科比说你刷数据，你直接淡淡回怼：“科比，别乱说，请不要用刷这个字，我一向靠的是实力。”科比拍了拍你的肩膀，给你一个你懂的眼神：“行吧，常规赛你随意，季后赛给我好好打。”你只是耸了耸肩，心里却冷笑：“还有40多场比赛，等我能力拉满，小心我抢走你的 FMVP。”紧接着第2节比赛开始，你并没有像上一场那样打满全场。麦克布朗回归常规轮换，双方都派上替补，谁
谁知快船替补更猛，雷吉·埃文斯抢板，莫威廉姆斯浪投，竟然打出诡异的默契。反观湖人这边，海伍德刚上场就被连爆3个篮板，差点以为又对上你了。结果第2节两队打成平手，直到双方主力回归，你一上场，局面瞬间改变。你继续着简单粗暴却又全能的打法，偶尔发牌，更多时候就是干，疯狂拼抢前场篮板，抢下来要么自己暴扣，要么传给队友刷助攻、得分、篮板、助攻。你的3项数据开始挨个暴涨。半场结束时，你已经拿下8分、12篮板、8助攻，准3双。这下除非天塌下来，否则下半场没人能阻止你拿3双。而此时，所有球迷都想起了你赛前的狂言，刷3双可比破单场篮板记录简单多了。之前嘲讽你的人，现在脸都肿。这小子好像没怎么出力，怎么就快3双了？难道刷3双真的这么简单？下半场刚开始，哐，科比打铁篮板，你奋力抢下前场板，想也不想再次甩给科比。科比这次没有浪费机会，刷篮球应声入网，10分、17篮板、10助攻一盖帽，3双达成。你拿到了最后一个助攻，又是科比。上一场你破纪录也是他投的，他简直是你的真爱啊！卧槽，他真的拿到3双了，这才第3节啊！现场湖人球迷彻底炸锅，龙国球员的第1个3双，姚明整个生涯都没做到的事，被你一个新秀轻松完成。此时湖人队员纷纷上前祝贺，科比更是连连摇头，上来就给你一个熊抱。没想到你真的做到，你却对他淡淡一笑。科比，收敛点感情，不然短时间里你会感觉很操蛋的。科比瞬间惊悚，短时间连续，你的意思是？你笑而不语。开玩笑，有篮板保底，传球能力又进化到顶级，助攻上双，对我来说只会越来越简单。与此同时，解说杨毅却开始头铁。我说句得罪龙国球迷的公道话，陆虎这打法，数据好看，场面也好看，但是对湖人队没啥帮助。科帆听得发懵，想圆都圆不回来。杨毅却越说越起劲，简直放飞自我。湖人缺组织吗？那时科比、加索尔都能干，你一个中锋凑什么热闹？湖人缺得分吗？科比一人顶俩，你何必去争？你只需要做好最简单的事，抢篮板就完事了。他直接给你定性，所以我认为陆虎就是在刷3双，为了找存在感而找存在感。你看那时球都摸不到几次，你看科比投篮节奏全乱了。篮球是团队运动，个人太出风头不是好事。科帆作为你的铁粉，气得当场反驳：杨老登，我可不认同。可一时间他竟不知如何回击，只能尴尬的转移话题。好了，第4节开始，我们继续看比赛。与此同时，快船替补席上，保罗也憋着一口气，他本想和内什 PK 助攻，顺便赢下比赛，谁知你完全抢了他的戏。3节打完，保罗11次助攻，你一个中锋竟然只比他少1次，这让他脸往哪搁？他可是新秀赛季就3天内拿过2次3双的狠人，这场比赛他绝不能输。紧接着第4节开打，快船的替补阵容果然争气，开场就打出一波10比5的攻击波，直接抹平分差，甚至反超湖人4分，79比75。比赛只剩最后7分钟，双方主力全部回归，决战时刻来临。你走上球场，眉头微皱，湖人这替补是真的有点差了。你清楚记得，前是这赛季的湖人队，季后赛打得异常艰难，首轮就和没有安东尼的掘金队血战7场才惊险过关。到了第2轮，面对冲击力更强的雷霆3少，更是被1比4直接送回家钓鱼。而现在，虽然你顶替了拜纳姆，但替补阵容的短板依旧致命，薪资空间早已被科比、加索尔和内什锁死，根本无法补强。你暗自下定决心，看来季后赛前必须把耐力拉满，到那时你场场打满48分钟，看谁还能顶得住。决战时刻，双方主力阵容不变。快船那边，保罗还在挨个鸡拳鼓劲，扮演着球队老大。然而他的队友们却各怀心思，比卢普斯表情微妙，他与保罗的双核组合根本就是1+1小于2，他7投1中，完全游离在体系之外。小乔丹更是心虚到极点，打了3节，他只感觉双腿发软，竟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怪病。你冷眼看着他，心里门清，还怪病？你就是被我干到没体力了。哨声一响，湖人先进攻，科比直接找奈什要球，好胜心瞬间点燃。面对老对手比卢普斯，他一套娴熟的背身连招，美如画的跳投出手，哐一声脆响，竟然打铁，保护篮板。保罗在场边急得大喊，格里芬立刻放弃刷板，死死卡住加索尔，想让小乔丹轻松收下篮板。可本该高兴的小乔丹，此刻却想哭，因为他面对的是你。你满值的卡位技术往上一点，小乔丹瞬间就找不到起跳的发力点，连动都动弹不得。篮板+1，你轻松将球摘入怀中。什么玩意？格里芬眼看小乔丹如此不中用，怒吼着冲过来夹击你。然而就在他完成包夹的瞬间，你手腕一抖，篮球已经像长了眼睛一样，精准的送到无人防守的加索尔手中。就在加索尔准备投篮的瞬间，保罗却疯狗一样扑来，可他哪里知道加索尔根本不是终结点。只见加索尔手腕一抖，篮球又回到外线内什手中，空位3分，内什手起刀落，刷78比79，分差转眼只剩1分。刚打铁的科比只感觉心口被狠狠扎了一下，而保罗此刻却双手叉腰，怒不可遏。他直接冲着小乔丹嘶吼：抢板啊，我特么都能抢10个篮板，你做不到。小乔丹被吼得头都抬不起来。自从保罗来了，他连快乐篮球都没得打。接着快船进攻，保罗决定自己来，他借着小乔丹的挡拆，一个风骚的侧步直接抹过内什，更是在你面前中投命中。这是你们俩第1次正面交锋，你心里暗骂一声，防守加点，迫在眉睫。不过你很清楚，就算防守加满，想1对1防住保罗也几乎不可能，身高和吨位的差距摆在那，除非深蓝加点突破极限。想到这里，你心中不禁为深蓝点了个赞。轮到湖人进攻，你立刻主动给手感火热的内什挡拆，
保罗那小身板被你一挡，瞬间动弹不得。内时再次获得空位机会，刷3分再中，81比79，湖人反超，全场湖人球迷瞬间沸腾，这才是内时的威力，关键时刻刀刀致命。保罗脸色铁青，该死，又是路虎。他清楚这球他自己绕挡拆失败才是关键。下一回合，保罗竟然还想故技重施，但这一次你直接用身体天赋来凑，提前预判，猛地朝保罗冲去。内时也给力了一把，迅速从身后追上，形成包夹。保罗身高劣势暴露无遗，在你大长臂的干扰下，他根本看不清队友位置，高空传球无望，他竟然想穿你的裆，你岂能让他得逞？想都没想，直接一脚将球踢向观众席。嘟嘟，裁判立刻给你一个 T。科比和内时赶紧过来拉住你，生怕你冲动。你一脸无辜，这真是下意识的反应啊！保罗执行技术犯规罚球，稳稳命中，81比80，比赛似乎又要陷入焦灼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快船球迷的心脏都快骤停。哐，保罗跳投打铁，篮板被你轻松收下。下一秒，哐，科比跳投也打铁，篮板竟然还是被你轻松收下。刷，你抓下篮板直接甩给科比，科比再次后仰跳投，球进。在比赛的最后5分钟，你彻底统治篮下。紧接着，你带领湖人打出一波13比2的攻击波，直接带走比赛。保罗看着你一次又一次摘下篮板，眼神里写满绝望。他强投2记3分，全部打铁，快船翻盘的希望被你亲手掐灭。94比82，你用行动证明谁才是洛杉矶之王。然而这还不是重点，真正引爆全网的是你的赛后数据：14分、26篮板、12助攻，你拿下职业生涯首个3双。这下媒体彻底炸锅，狂妄还是真实力？路虎豪取3双，可你看着这些报道，心里却毫无波澜。区3双也就 just so， 哪有单场55个篮板来的带劲？就在这时，易建联一个电话打了过来。阿联，怎么了？什么？龙国解说黑我刷数据，你就不敢刷了？你听完简直气笑了。你直接告诉他，阿联想在这赛季后留在联盟，就给我使劲刷。原来杨毅在解说时批评你刷数据，搞得易建联都怕了。你挂断电话，立刻上网查看，还真是啊！你当即注册一个社交账号，名字就叫无敌路虎本尊。可你想了想，却没急着开喷，时机未到。与此同时，联盟总裁办公室，斯特恩看着你的3双数据，满意地点点头。你已经拿到联盟力捧的入场券，但是因为易建联带来的反作用，他决定再观察几场，看看你的持续性。斯特恩还不知道，他的这点迟疑即将迎来你最猛烈的回应。